我对生活的态度一向如此，随心随性，不屑于活在他人的舌尖上，只为自己做决定。我想人总是这样，被迫去做事总是心不甘情不愿，若是自己认定的事，吃多少苦流多少汗都甘之如饴。我想过一种只悦己不悦人的生活，不求理解，但求问心无愧。在我心里亦有一杆衡量意义与标准的秤，世俗之见与我无关，孰重孰轻，我自有判断。人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，我们在其间闯荡，不问前程，只为体验，只为成长，只为尽兴一场。送你一首《我允许》，来自德国伯特海灵格。我允许万事万物如此开始，如此发展，如此终结，因为我知道一切来自因缘，发生皆是必然。若我质疑亦或否定，受伤害的只有自己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。我允许每一种情绪任其发展，任其消散，因为我知道情绪只是生理的感知，本无好坏。若我抵触亦或抗拒，受伤害的只有自己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。我允许，我本就如此，如此行事，行我所行。因为我知道外在只是我的积淀，真正的我智慧充盈。若我对此不再坚信，受伤害的只有自己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。我知道我是为了当下的生命体验而来，在每一个当下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完全的允许，充分的经历，彻底的体验，尽情的享受。静静的看着，只是看着，然后允许一切发生。谢谢你翻开这本书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作者李梦季，允许一切发生。你要知道，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，而是学会允许，允许一切的事与愿违。我是叮当，一起读书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李梦季的作品《允许一切发生》，让我们一起读书吧。睡前放过自己，终结深夜 emo。前几年我受邀去北京人大附中做 TED 的演讲，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：能够做到打开自己，永远坦诚，是一种慷慨，也是作为一名写作者的必须。2年后，小光说：写写你这些年的故事吧，或许可以给年轻的读者一些启发。小光是我刚毕业时认识的姑娘，那时她也刚毕业，同为职场新人。我们一起上下班，一起点外卖，熬过了最迷茫最艰苦的岁月。后来我们相继离职，再次相见时，我们都过上了满意的生活，算得上在更高处相逢。我总在想，从20岁到30岁，我的生活发生过哪些改变？
经历过怎样的淬炼和重生。回望过去，我更加确信，生活的确需要许多智慧，才能换来现实安稳，岁月静好。但只要有一点点的贪心和愚蠢，它就会立刻变成一团乱麻。我曾深陷乱麻之中，进退两难，却也都咬着牙从困局中走出。时间是抚平一切的良药，困顿不安时，唯一能做的是给自己一点时间。你要相信，所有疼痛终会过去。或许旁人看不出，但它留在你心底的山川沟壑，会让生命越来越有韧性。10年踪迹，10年心，我如实记录，想给匆促时代的年轻人一点治愈和温暖。从前不大喜欢将自己的心事摊开来讲，所以写传记，躲在他人的故事里抒发自己的情感。2015年盛夏，某篇文章一夕爆红，微博霎时涌入1万名粉丝。我的第一反应是删去过往4000多条微博。我渴望拥有隐私，渴望与人群保持距离，在盛大的名利面前有甘心后退一步的克制。第一本书《一生欠安》上市，作者简介仅一句：现居香港。读者纷纷揣测我年过半百，顿时隐居。彼时我才21岁。一向如此，鲜少发朋友圈动态，私事不过多提及，回避热闹，不热衷网络时代的滤镜下的生活，也尽量远离虚假精致。而改变的发生源于一部爱情剧。女主角呢是一位拼命三郎式的女强人，事事争先，年纪轻轻就晋升副总。她的男友因无法忍受女强男弱的差距，落寞地与之分手。后来她遇到另一个男孩，便收敛锋芒，自称失业的餐厅服务员。不久身份暴露，她向男孩表白：小时候大家夸我学习好，现在夸我事业好。我之所以努力，就是担心自己一旦不优秀，就什么优点都没有了。我活得很累，很辛苦，花很大的力气去迎合这个世界，害怕大家不在乎我，不认可我，不觉得我重要。但你不同，你看待事物很单纯，从不刻意迎合。你让我觉得不过度展示自己也可以收获欣赏。就算我引以为傲的所有优点通通消失，你依然喜欢我，喜欢原来的我，而不是那个上进优秀的副总。剧中人的心声与我若合一气。我从10岁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曾收到读者来信讨伐。互联网时代，网络恶评变成家常便饭，时有批评文章，时有人身攻击。既然吃写作这碗饭，受人审视评判原是自然的事。删去微博，鲜少表达，担心因观点不周全、不正确而遭奚落。大约是年少入行养成的小心翼翼。我很庆幸能够遇见接纳我全部无知与傲慢的人，让我拥有勇气和底气打开自己，不再逃避。于是有了这本书，爱你的人不因你完美。过去或许稚嫩、莽撞、愚蠢，却都是一部分的我的一部分。把它们摊开来，揉碎了，放在阳光下晾晒，是一种慷慨，更是一种成全。我终于和那身逆鳞完成和解。书中坦陈所有脆弱、纠结、不完满，年少成名的红利与辛酸，锋芒太盛以致落难，面对爱情的摇摆和错付，原生家庭的对峙和羁绊，职业生涯的重创和重生。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很长，
从懵懂少女到年近而立，有偏执，有迷惘，有剧痛，和书页前的每一个你一样。水千条，山万座，我们曾走过。所有坚持终将美好。我尊重过往的一切，走过的路，说错的话，爱错的人，是他们成就了此刻的我。这一次，我只书写自己，以赤诚，以慷慨，以慈悲。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女孩的枕边细语，碎碎念着这一代人独有的烦恼与领悟。它因为彻底真诚，而值得被留在你的书架，陪你度过某个孤寒的深夜。感谢我的闺蜜青年作家夏至为我作序，用文字呈现更加真实完整的我。感谢百万畅销书作家李尚龙、老杨的猫头鹰、慕容素一为本书倾情推荐。他们才华横溢，笔耕不辍，优秀的人是一条渡你的河，他们的认可对我意义非凡。感谢因写作结缘的良师益友王璐、苏建奇、简儿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马哥，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晋桥，喜马拉雅百大主播小莫，山西日报记者安奋伟，策划编辑常晓光。我所有作品的成绩都离不开他们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帮助。感谢每一位读者，感恩所有际遇，愿我在文学这条荆棘路上永远毅然向前，永远热泪盈眶。李梦记，2022年秋，于西双版纳。本集就与你分享到这里，喜欢专辑欢迎您订阅关注，多多投送月票支持，我们下集见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李梦记的作品《允许一切发生》，让我们一起读书吧，睡前放过自己，终结深夜 emo。我对梦记的印象始于标题的8个字：生是体验，不是活着。彼时他是我的编辑，在不断接触中才发现，他同时还是英文笔译、口译老师，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在读研究生。他为我带来惊喜的，并不仅仅是以上文字罗列出的身份，还有谈吐、见识以及格局。很少有像他一般年纪的女孩如此聪慧明澈，我想这正源于他所经历的一切。这一切对他来讲，恰恰便是生是体验，不是活着。这种体验自然包括诸多经历，写公众号，去加拿大读书，旅行欧洲，再到后来作为交换生去牛津大学。短短几年，他的经历丰盈多彩，这自然令人羡慕。但若对梦记了解的足够深，便会知道这丰盈的经历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沧海桑田。他的经历如同一条锦缎，而织就这条锦缎的却是他艰辛的跋涉、孤独的审视，还有不懈的坚持。梦记走过荆棘路，才最终实现了他的梦想。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，他付出了多于旁人几倍的汗与泪，才换来了如今的生活。这些点点滴滴都记录在这本书里，这些文字也因为坦诚和真实而显得难能可贵。他的文字是凛冽的，又是温柔的，是清醒的，也是温暖的。我在读这本新书时常常感到震撼。年岁中的成长令他多了一股劲儿，这股劲儿里暗含勇气与自信，敏锐与通达，字里行间皆透着灵气，仿佛楼群中的灯火，深夜中的远星，抚慰心灵，指引方向，令人充满力量。他在一生欠安中写15位中国女子，在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中写11位西方名媛，
识人之士，对爱情的通达早已超过同龄人。他的爱情观却是极不世故的一句话：生而为女性，纵然不能决定怎样生怎样死，却可以决定怎样活怎样爱。我没有温柔，只有这点英勇。我认识的梦纪永远不妥协，无论是裸辞去欧洲旅行，还是走上纯文学之路，亦或是在面对人生伴侣的抉择时，他都没有考虑世俗的眼光和旁人的口舌，而是无比坚定地选择心之所属。自然会有困扰，只是他想要的从来不是活在别人设定的框架之中，而是遵从内心牵引，无畏地追求自由。也只有自由的人生，才能令他写出如此潇洒清透的文字。他像飞向天空的鸟儿，即使知道要经受风雷雨电，还是一头扎进去，去寻找他心中的向往。步步荆棘，步步莲花。他不断地打破自我，重建一个更稳固更壮丽的精神世界。这需要决心，更需要胆魄。所幸他从未停下过追寻梦想的脚步，在皑皑红尘里漂泊挣扎，也在浩荡山河中奋勇前行。书中的10年见证了他一步步走向美好。不必试图获取完美而珍贵的东西，当你变得足够好，那些东西自然就奔你而来。尽情体验生活吧，体验惬意、愉悦、迷茫，甚至痛楚。换来的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人生。作家夏至。弗兰克尔在《生命的探问》里说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虽然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，但是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完美。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不完美。每个人虽然都不完美，但却是独一无二的。找到自己世界的节奏，不去追赶，只去到达。算来我北漂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。回首向来处，撞过南墙，受过伤，也收过鲜花、喝彩和掌声。但我总以为人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，我们在其间闯荡，不问前程，只为体验，只为成长，只为尽兴一场。这就是我想要的松弛感。和其他北漂不同，我来北京是因为离家出走，不是为了追求梦想。我在广东读本科，学校里90%学生都是本地人，最优秀的一批学长学姐们本科毕业就匆忙杀入职场。有人创业当老板，有人3年做到业务主管，有人常年全球飞，住5星级酒店，令我等后辈好生羡慕。我们深受其影响，坚信学而优则古。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，选择继续深造似乎不是最优解。4年大学读完，我无论如何不想在象牙塔里继续蹉跎岁月了。各行各业的实习做了5份，只想尽快进阶，当上都市白领丽人。但我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非常看重学历，不远千里把我从广州薅回家，按头让我复习。复习了没几天，实在啃不动那几本厚书。年少轻狂，我跟他们俩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毅然离家出走，来了北京。我对生活的态度一向如此，随心随性，不屑于活在他人的舌尖上，只为自己做决定。离家那天起，得失输赢，苦与乐，才真正有了分野。人生这盘棋，从今往后没人能替我下了。我在凛冽的北风里一夜长大。刚来北京，我借宿在表哥家，表嫂临盆在即不大方便，1周后我搬出来住天通苑。3居室，我住朝北的一间。
房屋很新，但入住后不知为何经常头疼，后来才知是甲醛超标。半个多月后，我谋到一份出版工作，公司不大，在望京，需坐1小时地铁，不算远。但天通苑居住人口巨大，据说工作日每天有50万人出行，但是早高峰进地铁站就要排队40分钟。公司要求早上9点到岗，但如果7点出门，撞上早高峰必然迟到。为了错峰，我5点45起床，匆匆洗漱，6点出门，7点半就来到工位。我们在一幢别墅里办公，环境宜人。午休时在别墅区里溜达溜达，看花、喂猫、晒太阳。只是周围小饭馆很少，午饭只能常年吃外卖。为了减少开支，我每晚做好次日的午饭，装在书包里，第二天带到公司加热来吃。但我其实不太会做饭，打开饭盒，经常发现茄子还生着，鸡翅做咸了，金针菇没味儿，只能勉强充饥。每逢月底，人事部的同事会在顶楼天台给当月生日的小伙伴们举办生日会。年底开年会，老板和总监们大方，红包都奔5位数去。可能因为每天到岗太早，我很快就升职涨薪，顶头上司说你是全司升职最快的员工。我负责的第一本外版书是托朋友介绍他北大的学妹来当翻译的，他是第一次当译者，我是第一次当编辑，最后那本书竟销售了10万册，不断加印再版，许多年后还能在书店找到那本书的踪影，令人欣慰。那时我的同学们纷纷闯入互联网行业，月薪是我的2倍，偶尔相聚总会劝我入局。虽然我认同工作是谋生，但总觉得人应该在可选范围内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奔走在热爱里，才能不那么紧绷和焦虑。我总觉得钱不是省出来的，是挣出来的。主业驾轻就熟后，我也想着拓宽副业，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我想让自己过得更舒服。如果为了热爱的事业家徒四壁食不果腹，那也算不上爱自己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我顺利进入一家全球英语培训机构做线上口语老师。彼时我还住在天通苑，因为之前的房子甲醛超标，换到了顶层，只有3个邻居，但室内面积更小了。每晚8点到家，还要做饭，忙完倒头就睡，只能趁双休日从早到晚的上课。我算了笔账，因为有了课时费，时间比从前更加宝贵，是真正的一寸光阴一寸金。时至盛夏，某个夜晚突然屋顶漏雨，把半张床都打湿，我顺势搬到望京去了。租金涨了不少，于是我更加勤勉地上课，下午6点下班，20分钟到家，不吃晚饭，只当减肥。我掐着时间6点半准时上线，5节课，11点半下线，嗓子里像有锅炉在烧。那段时间我不再加班，每天都步履匆匆地奔跑在地铁14号线。我从没觉得辛苦，只是庆幸不必在天通苑挤早高峰。半年后，我终于攒够钱，买了一辆小小的雪佛兰。爱自己从来不是纵容自己的懒惰，而是适当自律，为了更广阔和自在的人生，放弃短暂的行乐。望京的房子老旧，楼层低，有数不清的蟑螂。睡眼惺忪的早晨，拉开冰箱，打开微波炉，拎起垃圾袋，它们无处不在，让人瞬间睡意全无。某天傍晚回到家，发现整个小区都停电了，课也没法上，邻居也都没回家。我坐在床上，想象满屋的蟑螂向我围拢而来，把自己吓得够呛。收拾好小包袱，火速在一家5星级酒店订了房间，奢侈地打了车。半小时后，我已经泡在酒店温暖的浴缸里了。后来跟朋友说起，
我曾经因为害怕蟑螂，花了半个月工资，在家附近的5星级酒店住了1晚，朋友对我肃然起敬。我不心疼钱，我心疼自己，何况钱好挣，快乐很难。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经常遭遇坏事，倒霉的时候总会短暂，那就应该在最痛的时候好好拥抱疼惜自己，否则平日里哪有那么多机会对自己大献殷勤呢？你要成为那个给自己雪中送炭的人。没过多久，我收到来自行业头部公司的邀请，我选择跳槽。第2家公司规模大，制度成熟，组织架构完善，我迅速成长，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职场心态，终于完成从学生到社会人的强力转型，依托更大的平台，为今后的写作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，结识了众多作家和媒体人，他们一直给予我榜样的力量和无私的帮助。我从没后悔过当初的决定，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有远见的一次跳槽。只是那时我身心俱疲，于是再次出走，提出裸辞。知止常止，急流勇退，纵使在25岁最适合拼搏奋斗的年纪，我依然允许自己停下来，坐一会儿，歇一歇。裸辞之后，我在欧洲漫无目的的游历，写就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。这本书很不顺利，花了近5年才定稿，却没公司愿意出版。市场看重热度，我却像一个老工匠，一字一句打磨手艺，追不上风云变幻的图书行情。曾经的约稿编辑纷纷婉拒了我的新书，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悄悄说，主编说你过气了。从没当过明星，居然也会过气，我倒是不生气。写作是放长线，急不得。做了几十页毛遂自荐的策划案，一边慢慢物色出版公司，一边又逐字修订。对于写作，我也允许自己停下来歇一歇。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上市后，我妈怕我压力太大，时常来电探问我的精神状态。我其实很满意，这本书能顺利出版已是胜利，加上身边的亲朋好友解囊支持，不遗余力地帮我宣传推荐，我先后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北京文艺广播宣讲新书，书的销量一路高歌，攀上新书榜单前10名。有此成绩，我很知足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笃信这本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。一生欠安写于18岁，凛冽、桀骜、愤世嫉俗，正是常常在深夜痛哭的年纪。写爱而不得的女人和轻诺寡信的男人，对待感情满纸质问，文字表面克制，内里尽是激烈、尖锐的对峙。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上市时，我快30岁了，饿过肚子，陪过笑脸，见惯别离，饮过苦酒，习得包容和慈悲，懂了世人皆苦，戒了情绪，只把书中人的不得已都剖开来给你看。我依然深爱着笔下的人物，但除了鸣不平，更试图回到案发现场，探寻另一种改写结局的可能。是怎样的局限使他们无法圆满？作为看客的我们又能否幸免？这本书凝结了我此时全部的智慧，欣喜自己的成长，也能坦然面对所有读者的喜欢。我尽力了。停下来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。休整了几个月，我重返职场。从欧洲回来，进入一家出版社，在这里才明白，父母当年案头让我考研之明智。我开始暗无天日的复习，准备考研。我想人总是这样，被迫去做事，总是心不甘情不愿。若是自己认定的事，吃多少苦，流多少汗，都甘之如饴。
本科毕业时啃不完的厚书被我重新拾起，白天工作繁重，夜晚逢高继轨。终于我以第1名的成绩成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在职研究生。在读期间还被评为3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，在职研究生如期毕业。我搬了好多次家，最终搬到3环里的一居室，没有了合租的邻居。不久，我终于买到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。自此之后，我的租房生涯彻底结束。生活本应该进入平稳的轨道，我却再次裸辞。因出版社业务调整，我转岗去做行政。日常工作包括订盒饭、领盒饭、送盒饭，负重极限是10盒菜、10盒主食、10个火龙果加10个100毫升酸奶。持之以恒4个月，胳膊上都练出了肌肉。公司楼下有台不大好用的扫描仪，我其中一项工作是一张一张的扫描文件，每扫描5张卡1次纸，500页的文件，我站在旁边，5张一接，5张一接，直到第100次就大功告成。纸张从机器嘴里吃进去，又从脑袋上吐出来，我总觉得它吃进去的是我的青春。工作4年，我热爱这个单位，喜欢我的领导和同事，他也给予我所有的体面和自由。办公室和家在同一小区，每天中午能在家午休，工资与毕业时翻了5倍。下午4点45分就下班，有时间创作充电。单位为青年员工提供了很多学习进修见世面的机会。我作为青年业务骨干，讲座、培训、汇演从不缺席。但这些羡煞旁人的外在条件都抵不过日复一日的庸常。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，不再成长，不再创造，在舒适圈里面画地为牢。于是28岁衣食无忧的我辞去光鲜的工作，在就业的凛冬放弃了背靠大树的温暖。我走在北京长长短短的街巷里，看这7年不曾驻足观赏的北平之秋，走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，听穿越千年的琉璃光盏中盛满的历史之音，在高高低低的寺庙、道观磕长头，祈求身心清洁，不惹尘埃。我来到彩云之南的西双版纳，一个人漫步在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，感受深秋的炽热与神秘。在吊脚楼里和傣族少女锻打一柄雕花的银梳，听他讲傣族的风俗习惯。进苍蝇小馆点一碗地道的撒品米线，跟厨师小哥聊聊他心中的西双版纳美食地图。我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，给耄耋之年的奶奶洗头、更衣、洗脚。奶奶把我养大，但我以前从来没有为她做过这些，我更没有想到她已然衰老至此。和爸妈一起逛街吃日料，想带他们去所有我去过的地方，听他们讲大半生所有的不开心与不甘心。单是陪伴已是奢侈。与多年未见的老友相见，在时过境迁里感受彼此从未改变的真诚和祝愿。我想过一种只悦己不悦人的生活，不求理解，但求无愧于心。在我心里也有一杆衡量意义与标准的秤，世俗之见与我无关，孰重孰轻我自有判断。有人说，高级的人生充满松弛感。以我有限的阅历而言，松弛感无非是为自己做决断，生活在热爱里，爱自己并允许自己停下脚步，最终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当你内心足够笃定时，便不会过度纠结自我消耗。姑娘们，大方勇往直前。
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李梦姬的作品《允许一切发生》，让我们一起读书吧，睡前放过自己，终结深夜 emo。本文作于2020年1月，整理成书时回头看，不禁感慨良多。牛津大学交换生课程分为2期，一期1月26日开班，2期2月10日开班。我们3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小伙伴经过层层选拔，终于入围1期，约好同去牛津大学。数学所的光哥，物理所的东哥，还有公管院的我，想着早点去英国还能玩几天。1月22日我和光哥从北京出发，东哥1月23日从武汉出发。2期大部队都是来自清华、同济等高校的同学，他们2月9日出发。没想到22日我们仓皇出行，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。25日牛津大学宣布取消2期课程。后来只有我和光哥还有其他学院零零星星的小伙伴顺利结业，而东哥等大部分学生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或许一生都没有机会再去牛津大学进修。疫情发生时，我们正在牛津大学如饥似渴的学习，对国内情形的了解仅限于手机上冰冷的数字。老师安慰未能出行的同学们，课程延期到暑假，后来课程又延期到次年寒假，最后直到许多同学都毕业了也没有成行。我想这世间有太多人事皆是如此，错过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情，有些错过即是一生。也许很远或是昨天，在这里或在对岸，长途辗转离合悲欢，人聚又人散，放过对错才知答案，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，你我生而平凡，在心碎中认清你。来牛津大学前，我正在经历一场非常疼痛的变故，无关风月，只是一些有人间的局域，或者说因不辨敌友招致的恶果。为此鲜少生病的我大病一场，卧床6个昼夜，几乎不眠不食，而后拖着病体开始艰难的长途跋涉。在此感谢挚友把高烧昏迷的本独居青年从停电的出租屋架到医院，拿了药又扛我回家，安顿我吃完形状各异的药片才走。赶在疫情爆发前验了血，等结果时在想，何必置气呢？活着已经很好了。所幸上苍后我是阴性。年纪渐长，对自己越发苛责，容错率持续走低，自认为已经足够聪明，能过滤和远离欺瞒、背叛、阳奉阴违，不成想还是会被长久深信的人伤害。无数个午夜梦回，自问何以至此，只得出轻诺寡信和出尔反尔大约是人性的结论。人呐，年纪越大越不精骗，因为会陷入疯狂的自我怀疑，识人眼光之差，轻信旁人之余，竟10几年如一日。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时刻，哪怕所有人都说不是你的错，但无法避免的自我否定？你知道，相信是一种选择，伤害也是。是你亲手递给对方匕首，然后露出软肋，
却赌输了。做小孩时以为长大就好，长大后呢？明天呢？信任原本就难，重建更难，并且在这件事上，没有人可以帮你。负重来到牛津大学，此行却是治愈的。英国与国内恰好昼夜颠倒，终于得空喘息，不再谈论故人旧事。换了当地号码，关了微信，整天和牛津大学的老师、助教、学生待在一起，听他们讲随心所欲的人生规划，恍然生出一种感动。人生本不必那么严肃。公共演讲课的老师年逾花甲，举手投足都是英国绅士的风范。从牛津大学本科毕业，去当园丁，不是教师，而是田间拾花弄草的真正园丁。他讲起植物的药性头头是道，只因喜欢。后来他经历了辞职读书、创业等奇遇，56岁换了工作，来牛津大学做讲师。助教威尔20岁出头，会几种语言，在许多国家生活过，待腻了就换一个城市。有时在酒吧当调酒师和服务员，有时做学校助教和 HR。 他计划4月去伦敦，我问他去做什么，他说 I have no idea。 讲莎士比亚的女老师30岁辞去小学校长的职务，重返牛津大学，拿了4个博士学位。他笑称，我只是喜欢读书，或者喜欢收集学位罢了。没有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的限制，没有人规定你应该读大学、结婚、养孩子、还房贷，没有你应该，只有我喜欢。只要在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就是美满的一生。如果能对社会有一点贡献，那就是很大的成功。而我们有太多人被世俗和偏见裹挟着向前，以为符合主观的选择就是正确的。可是过别人眼中光鲜优渥的人生，是你真正想要的吗？这是你的人生，为何要被别人的目光和口舌决定呢？我中学时看过一部小说，里面写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是对是错，我自己担着。如果可以，请像那句歌词所写的，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气。知易行难，面对社会时钟，面对不断催促的亲友，假如每个人都能更加坚定一点，我们或许可以改变这个时代，拥有一个更加宽容的，不被世俗眼光所囚禁的社会语境。每一种选择都值得被尊重，只要坚持，总会到达。在牛津大学，身边的同学大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本科生，00后居多，有的还未满18岁，酒吧都进不去。和孩子们朝夕相处，驱散了我连日来心头的阴霾。他们的想法简单，不设防，待人接物没有功利心。自由美好的大学生活徐徐展开，这正是无忧无虑的好年华。他们甚至不必期待未来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未来，就是希望。有关职业的社会身份完全消解，没人关心你在哪儿工作、婚否、买房否、升职否、年薪高低。每个人都有一双渴望知识、贪恋风景的眼睛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重新认识自己，定义自己，调试或者打破自己，不必畏首畏尾，不必为人生设限。正如一直自视为重度社恐患者的我，在学弟学妹跟前竟然非常擅长社交。又如谁能想到，我在全球顶尖教育机构做了4年口语老师，情急之下还是会结巴，交流全靠比手画脚。曾与巴黎、芭提雅的小偷斗智斗勇的经历，助我在大英博物馆背后的小巷里，一边跟朋友唾沫横飞的吹牛，一边识破了偷我包的贼，反应之敏捷，把贼都吓了一跳。一如既往地贯彻我的人生信条，骗我感情可以，骗我的钱
绝不姑息。牛津市长的讲座结束后，我拉着他提问，他说听了那么多市民的抱怨和投诉，我是为数不多对他表示感谢的公民。梅根博士来上第一节课时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，我去喊来领队才把他解救出来，开锁用的竟然是一张信用卡。帅气的拥有牛津大学学士学位的英国领队曾被酒吧开除，并被终身禁止进入酒吧。荒唐的、有趣的、匪夷所思的事情太多了，满足我关于生活在别处的全部想象。你看，人间如此生动，不必为不值得的人事物花费心血，也不必因任何污浊和不堪而怀疑自己，要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。趁还有能力做梦，好好思考想成为的自己和想要过的生活，然后一点一点努力实现它。活一世，不要白白为人，无论人间值不值得，你都值得。2018年我从欧洲回来，报考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研究生。2019年6月公布了拟录取名单，我的总分位列学院第1名。努力总算没有白费。看了场 CBA 1/4决赛，上回看现场还是跟我爸一起，在太原，马布里还没退役。连着几个周末逛了北京的公园，玉渊潭的樱花节，植物园的桃花节，都恰逢其时。虽是人山人海，但良辰美景也算不虚此行。打卡美食榜单，吃到据说是全北京最好吃的粤菜、湖北菜、台北菜、羊蝎子和串串香，喜悦更多来自与老友相聚。看仁义老戏骨演的《哈姆雷特》，谢幕时胡军从幕后一身飒爽地跑来，恍然有种是乔峰啊的穿越感。学会了几道新菜，厨艺从家常素菜进阶到小式荤菜，也可以勉强张罗着几口人吃饭。到春寒里，带我妈去泡温泉，跟老同学去红螺寺求签，赶在闭馆前的最末一天看吴冠中画展，和在巴黎屡屡奇妙偶遇的校友重逢，花2个小时从北城到南城找闺蜜谈心。当然，在种种不务正业之外，也有一份值得珍视并努力为之创造价值的工作。毕业3年，去上班终于变成一件值得期待的事。2019年的第1个季度，充实且自在，我终于放过自己了。熟悉我的读者大概猜得到，我不是容易快乐的人。20岁后被生活推搡着往前走，主调是听天由命。当你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苦才是生活的常态时，本身就是挺辛苦挺危险的一件事。我花去5年的时间才重新学会爱自己，不攀比，穿香奈儿才显得高级，不在意别人眼里的模样，25岁买房买车就能惹人羡慕，不追求旁人口中的体面，有一个高富帅做男友才值得向闺蜜炫耀。这些都太过表面，只能带来短暂的快感和荣耀。日子是自己过，舒适与否，松弛与否，心知道，眉头知道。我写公众号不煽动情绪，不鼓吹励志，不帮你分析有下属表现的男友不能要，也不呼吁年轻女生榨干青春买口红买包。一来我自己也没活明白，再者我过着低物欲的生活，实在没觉得那些有多重要。亲爱的，心外无物，善待自己才是一生浪漫的开始。内卷时代，我想和焦虑的年轻人分享2句话，这是我写在台历上时时提醒并宽慰自己的话。其一是，任何事情都不止一种解决方式，别逼自己。其二是，只有事业、爱情、
父母、朋友、健康、财富各方面都良性发展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快乐是平衡，而非舍弃任何一项换取其他。如今我对变化有了更大的接受力，接受万物皆变。此刻的想法和心境可能在下一秒就改变，关系也好，态度也好，皆如是。我写一生欠安时，替原配们鸣不平，曾经的誓言都是谎言吗？现在逐渐理解，人的想法总是会变的，只要誓言在说出口的那一刻发乎真心，就请珍惜时间，善待彼此。即便等闲变却故人心，但曾经拥有过赤诚，也就没有什么可惜。悲观不是薄情，是更加珍惜眼前人。我总希望有一个人能让我在抽奖抽中双人话剧票时，不用把另一张卖掉。休息时可以陪我逛一逛奥森公园，当我从餐厅洗手间回来时，不会发现餐具已经被服务员收走。我一个人已经太久太久了，一个人吃火锅、看电影、旅行、做手术。涉过漫长的孤独，我对旁人没有要求，也不寄希望，正如我对自己也不设标准。身体健康，时常开心，过好一个普通人平凡安稳的一生，已经很好了。我们所有的努力，最终都是为了好好生活。刚入职场，我旁听过一场对谈，一名心理医生给一位出版前辈做心理咨询，两位女性年纪相仿，气质迥异。前辈是女强人气场，冷傲孤清，心理医生呢，慈眉善目，未语笑先闻。两人都是在职场上杀出一片天的女性，自是惺惺相惜。当心理医生谈到校园暴力这一话题时，女强人沉默了。良久，她说，在学生时代，每个班里总会有一个女孩莫名其妙地被孤立。她相貌平平，不至于丑，成绩不差，脾气也不坏，是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普通人，却没人把她当朋友。我就是这样的女生，我有个很多恶毒的外号，多年以后回想起来，仍然觉得痛苦。心理医生直言不讳地说，现在你不笑的时候，也有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，看起来很是高傲。除非在安全的环境里独处，我才会松弛下来。心理医生问，你读书时表情也不丰富吧？他回答，是的，我父母是军人，在家讲话就像汇报工作。小时候我大笑，他们就会说，女孩子不要嬉皮笑脸。后来我就习惯了严肃紧绷。心理医生拍拍他的肩膀说，有研究结果显示，人类是先有状态后有情绪，因为你哭了，所以你难过。如果你想要拥有好心情，无论如何先给自己摆出一个笑容，你会发现你的心情很快就能变好，这就是正能量。有时我们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的长大，突然的觉醒，突然的知晓了某个真相，让原本无意义的时间刻度成了一道分界线。原来不是你的情绪决定了你的状态，而恰恰相反，你想开心就先笑，你想让上司、家长、丈夫开心，就先冲他们笑，你想让日子没那么难搞，就先在难搞的日子里笑出声来。我终于理解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里为什么男主角遇事总会拍拍自己的心脏说 All is well， 因为我们的内心都很脆弱，要学会去哄它。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要告诉你的心一切都好，之后事情就会在不经意间慢慢向好发展。同理，如果你想做职业女性，就把自己从头到脚的装扮起来，先改变外在，
日复一日，你的思维和情绪等内在部分也会朝着你想要变成的模样渐渐靠拢。这是正能量带给我们真正的意义。21世纪，幸福变成毋庸置疑的刚需。时代熙攘，倒逼我们发展出新生的内在力量。长期处于抑郁、焦虑之中，患癌症的风险会急剧增加。我们没有时间悲伤太久，而及时化解不良情绪，在过去的伤痛与当下的生活间竖起一道坚实的屏障，成为我们必须的能力。听逻辑思维60秒时，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。过去我们相信认知源于事实，现在认知本身就是事实。影响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们对它的认知。洒去半杯牛奶，是惋惜失去了一半，还是欣喜仍剩下一半？心态不同，结局迥异。不相信自己可以掌握幸福的密码，才把一切交给宿命。大3时参加保研夏令营，营友推荐的吸引力法则被我一度奉为圭臬。后来参加考试，上了考场，一时紧张，忘记老师讲过边做题边涂卡，而是先做完才赶着涂卡。走出考场，我甚至不记得多少道题没涂。等成绩的日子里，遵循吸引力法则，我每天盼着通过，结果不仅顺利通过，还意外得了高分，这让我更加坚信积极和乐观的力量。人活一世，信着点什么，总归是比较好的。对宇宙天地的敬畏，对自我至上能量的信任，常使我心安，不必为未来焦虑，命运自有安排。即心理学浮流理论的提出者教授米哈伊提出过这样的观点：对自我意识的控制决定了生活的质量，这也是他反复提及的创造幸福的秘诀。幸福源自内心创造现实的能力。人必须得掌握点什么才会有幸福感，可是能掌控什么呢？合租屋里乌烟瘴气，项目迟迟无法推进，这些都无法掌控，能掌控的只有内心。我们无法决定事情的发生，只能决定它对我们的影响。能否幸福，最终取决于我们的头脑如何过滤和解读，让这些解读正面、健康、积极才是有意义的。人活着最紧要的是开心。心理学家认为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开心和不开心的比例至少达到3:1，才是一个健康幸福的人。如何让自己开心的时间达到人生的3/4？我私藏的3条法则与大家分享。其一，相信自己认知的能量，驾驭失控的头脑，用觉知和行动塑造你的思想，而不是被他的疯狂和偏执所左右。通俗来讲，遇事不钻牛角尖，与自己平和的对话，相信理智可以战胜情绪，而不是做情绪的奴隶。其二，与过去和解。我曾以为与过去的和解是对他人的宽宥和原谅，其实不然。伤害过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仇恨和怨怼感到一丝不安，既做得出，想必不觉有愧。只有你把自己绑在过去的伤痛里，画地为牢。所以与过去的和解，不为救赎别人，是为自己，给自己松绑，得到一次恢复出厂设置的机会，重新拥有幸福。其三，保持内心的宁静。过度的开心和伤心都是极端，所有极端皆短暂，绝无长久。只有中庸的平静可以持久，也只有在平静中可以专注。书籍、音乐、电影、冥想、舞蹈等
都是通往人类宁静内心的路径。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。爱自己不是一句空话，快乐也不只是一个定义，它们不抽象，是具体、踏实，发自内心的，脚踏实地，发自内心的对你自己好。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才算爱自己，不妨坚持去做一些愉悦自己的小事，比如每天清晨喝一杯蜂蜜水，每晚睡前温水泡脚，周末不睡懒觉，去看一场不为发朋友圈的春色。颈椎疲劳的午休时分，不聊八卦，下楼晒太阳。买一些让身体舒展的衣裤和鞋，每个周末穿，解放工作日裹在紧身衣和高跟鞋里的自己。健康地控制饮食，但留点余地，允许自己偶尔吃一顿不在乎卡路里的美食。买一束漂亮的花，点一盏茉莉香的蜡烛，看一场纵情大哭的电影，认识不同领域的新朋友，多花点时间回家陪陪爸妈。你要相信，你对生活用了心，它一定会回报你。愿你拥有幸福，学会创造幸福，永远对生活一往情深。本集就与你分享到这里，喜欢专辑欢迎您订阅关注，多多投送月票支持，我们下集见吧。毕业那年冬，来京，彼时的冬天比现在更冷，霾也更重。做了编辑，对这个行当没什么概念，谈不上多少深情，只是机缘巧合罢了。仔细想来，这2年种种如意与不如意，竟皆是机缘，少有自主选择的结果。做学生时，看谁的青春不迷茫，同样深感共鸣。但我的迷茫期似乎更晚一点，潜伏期也更长，直到毕业后才发作。不迷茫的原因很简单，从高2起，我就对世俗定义的过一个好的人生深信不疑，并以之为准绳。我从未质疑考一个好大学，找一份好工作有任何不妥。有人天生喜欢对抗命运，我不是，顺势而为挺好的。舌尖上的中国有一集讲腌腊肉，腌腊肉不能急，要等一个冬天那么久，这是时间的馈赠。年轻时不愿相信时间的力量，总想跑得更快，以为努力拼搏就能人定胜天。有时等一等，其实挺好的。儿时理想常对我说，不要紧，慢慢来。有时等待也是最好的安排。回想这2年的迷茫和不悦，大多因为没有自己做过选择。第一份工作是听闻一个编辑朋友说公司缺人，我正好在京签售，于是第2天就入了职。第2份工作是现任主管在饭局上偶然听说了我，就把我从第一家公司挖了过来。入行入司，我甚至连一份合同的简历都没有，各种际遇情语逆来顺受。没有热爱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。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，机械的重复，让人毫无热忱。尤其是我们这行夕阳西下，累死累活，薪水微薄。老同学替我着急，天天给我介绍互联网的工作，说我完全没有现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。如果在2018年，我值得肯定的成长，大概是终于为自己做了一次决定，裸辞旅行。走进副总办公室，我对出了这扇门之后做什么毫无想法，大概率是赋闲在家，把这些年缺的觉一并补齐，又或者开一间民宿，成全骨子里的文艺病。
也许用1-2年时间周游世界，花光积蓄，再重回正轨。之后我打包行李回太原，装修好我的民宿，准备开张。在语言不通的柬埔寨，误以为司机师傅要打劫我。生活处处是阴差阳错，啼笑皆非。最终民宿变成了我妈的练功房，周游世界的脚步只踏出一站，我重返北京，在一家出版社重操旧业。不同的是，这是我唯一规规矩矩投简历，经过笔试、面试顺利入职的单位，不再是机缘巧合。我终于认同，身为编辑，体面且有趣。我也终于进到心仪的单位，和善有序，少有焦虑感和撕裂感。用力活过是一个概念过于宽泛的词，我理解的用力活过，是在自己有能力选择的事情上，努力靠近更想成为的模样。而第一步是选择，改变总是很难。我刚来北京的时候，出租屋甲醛超标的问题还未被曝光，房子刚装完5天我就入住，经常头疼。8平方米，朝北，同一屋檐下的2户邻居知我在家写稿，把所有快递寄回家，让我帮他们收。快递小哥1-2个小时敲门一次，让我无法安心写作。尽管有那么多不如意，我还是住了很久，并未立即搬走。在公司，当我已做出小小成绩，领导依然会因我午饭吃了20分钟没在工位坐着而歇斯底里的咆哮，有没有资格做一个编辑？我也忍了很久。那时每月到手的钱不过5000块，钱少活多，离家远，不开心，汇集了所有90后辞职原因的关键词，我却迟迟没有请辞。相比于痛苦的坚持，能做出改变总是更难一点，因为改变意味着未知与风险，也意味着否定从前的所有选择和努力。可是不想改变，就永远疼痛。我花去2年半的时间才终于明白，听从命运安排未必能够顺风顺水。一个平凡人的反抗，不是对别人，不是对世界，只是对自己，对固有的习惯、舒适、惰性做出反抗。新的一年，选你所爱，爱你所选，无惧等待，无畏改变，倾尽一生，用力活过。很小的时候，身边人就说我在写作方面很有天赋，我深以为然，并以才女自居18年。翻开族谱上溯，我爷爷就写书，爸爸在家乡的文坛也曾是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妈妈是省刊高级编辑。我不负众望，10岁写就一篇稚嫩小文发表在报纸上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世文成魔。平生最大心愿是举办一场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、红旗招展、人山人海的签售会，登上热搜，青年作家李梦季。22岁终于实现了，在南京一所高校签售，6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。签售会散场时，我为之大哭，我笑称10年磨一剑。初中时多愁善感，为人尖刻，大抵是对林妹妹中毒匪浅，心目心高气傲，弱柳扶风的气质，出言吐语不留情面，自以为是深刻。语文老师惜我才华，毕业评语年少轻狂，甚有大侠风范，我颇以为傲。高中懂了人情世故，待人接物笑容可掬，无非是想得到认同。高中毕业后，笔下的文字越来越凄楚，故事越来越悲情，却无人问津。投稿如雪花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没有香如故。唯有一家特约专栏依然不离不弃地刊登我小众的随笔。梦想渐行渐远，折成消瘦的相思，今年不曾入梦。
大学是我最不堪言的时代，也是成长最快的几年。恃才自傲的本性和玩世不恭的态度，终至行差踏错，差点被那所重点本科院校勒令退学。心有戚戚，难与人道，唯有皮肤汗数之感，无力回天。我于是放弃写文，回归了普通的大学生活，按时上课，敬畏导师，3餐按时。和朋友聚餐，因曾给美食专栏撰文，对美味佳肴颇有心得，总能带大队人马觅得物美价廉的地道小吃。结伴出游，因曾参加过专业的摄影培训，总能帮小伙伴拍出美美的照片。拥有细腻敏感之智，竟成为最好的聆听者。我曾睥睨天下，自恃才高，殊不知每个人都有流光溢彩的锋芒与不为人知的心伤。生活远比想象中疼痛，人心远比意念里纯洁。我终于不再与自己的平凡为敌了。歌里唱道，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张爱玲言，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悲悯是世间最动人的情怀。因一木棉的盛开而喜悦，为闺蜜的亲人故去而潸然，在别人的故事里，真诚的喜怒哀乐。立秋时收到一封来自公众号编辑的邮件，说我文字很好，择期推送。那是夜晚9点的广州，我结束兼职回校，倚着公交车窗听 Drenched。 望向窗外，万家灯火霎时化成一片深深浅浅的光晕，没人懂我执着后的潸然。后来成为专栏作家，交了些从前只闻其道的同道文友，收到五湖四海读者的来信。人生苦短，我只怕来不及做想做的事，来不及好好爱这个人间。少时喜欢成为简奥斯汀，想成为另一个简奥斯汀。艳羡那样的女子，像男人一样战斗，斗得过世界，赢得了生活。20岁之前，倔强、狂傲而偏执，不懂生活。当我靠近身旁的人，拥抱他们的阴晴圆缺，疼惜他们的悲欢离合，我开始变得柔软。黄昏时，看打印店老板家的小朋友口齿不清地被江枫渔火对愁眠，恍然很感动。终有一天，我也要安定下来，温润如玉。从前我希望旁人眼中的我满腹经纶，才华横溢，如今我更希望他们说，你的才华不及你的温暖。做一个柔软的女子，明眸皓齿，顾盼间云烟四起，倾国倾城。前2天和一个编辑朋友聊天，他无意间说，我觉得你很有钱。我欲哭无泪。回想起来，似乎常有朋友认为我生活优渥，衣食无忧，担得起有钱2字。承蒙谬赞，我其实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年轻人，拿着正常的毕业生的起薪，偶有不夸张的稿费。错过红利期，虽因一生欠安被贴上新媒体时代最炙手可热的专栏作者的标签，但我从自媒体获率屈指可数，多是为人打工而已。我在微博发过一篇文章，纯文学写作者的生存之路，大约是在我人生中最低谷时写就的，摘录一二。生存在速食文化的时代，逆流而上大不易。文字变现，善弄文字的人急着依凭写作跻身更高的阶层，
谁还用文字探索人性？纯文学是理想，理想不是饭。尽管号称畅销书，但它带给我的总收益不过4位数。刚毕业无收入，半根油条撑一天，还要人前光鲜的签售。空荡荡的大堂里，我一个人讲纯文学的生命，只有肚子里的半根油条咕噜噜的回应。走进社会，父母的银子不好伸手索取，又自是才情足以糊口，自是不会继续饭来张口的寄生。现在看来，当时充满戾气和厌世气度，原因是我跨出社会的第一步走得艰难而不幸，几乎是摔在了起跑线上。朋友们多多少少也猜到李梦溪遇着事儿了，这个事儿估计不小。磕磕绊绊的成长，跌跌撞撞的生活，谁没掉过生活的深坑呢？那么为什么我看起来很有钱？或许是因为我的生活有一种富足感。上大学时，师姐说我看起来像无忧无虑的小孩。她看到我背包旅行，去赏四季如春，去看冰天雪地，去荒郊野岭，去繁华广厦。她看不到我打很多分工，因为渴望实现更多梦想，想趁年轻有闲去看世界，自然需要超额付出，所得必有所失。周末不睡懒觉，早上6点起床，风雨无阻地去辅导机构教英语，勤勤恳恳地学习政策，熟悉业务，成为人才市场的10家柜员。白天认真听讲拿奖学金，深夜挑灯写稿赚稿费，睡过15元一晚的青旅床铺，淘过20元一双的运动鞋。那些落魄和辛苦只是不足为外人道。无忧无虑是因为心中有方向，脚下有道路，所以只顾埋头走，不为虚荣心买单。活了20几年，没有一件奢侈品，青衫几件，够穿够换，零星首饰偶尔打扮。在我的账单里，有形的物不多，无形的体验却很多。我钟情旅行，几乎用尽全部积蓄。22岁，一个人几乎把中国走遍。在沙漠看一头将醒未醒的骆驼，在原始森林呼吸浅浅的松香，在草原上打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盹儿，在沙滩写下一个暗恋的男孩的名字。我更乐意用买名牌衣裤的钱在好酒店住一晚，把买包的钱拿去吃一顿珍馐美味。或许这些在旁人看来都不如买奢侈品显得更富足、高端有品味，但他们让我积累了更多对生活的情感，而不仅仅是对金钱的情感，还有那些在旅途中遇见的趣事和好友，无法明码标价，却装进一个人的气质里，久久沉淀。正是这些体验让我轻松、愉悦、自由，也让我更爱这个人间。当你习惯了为体验花钱，就掌握了通往富足的钥匙。因为富足不只关乎经济，更在于心态。初入职场，和许多人一样，第一件事是办信用卡。脱离了学生时代，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，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营销太动人，我不能免俗地投身借贷大军。刚上市的苹果手机轻轻一刷就入手，往后每月不过还个零头，诱惑着实难抵。于是习惯透支，习惯借用，大到交付半年的房租，出国旅行，买车，小到聚餐，买书，剪发，洗漱，刷卡。最终因为信用卡消费实在太方便，难免超支，到了下个月所有工资全用于还款，有时还会赊欠。欠款部分每天产生违约金和利息，利息又生利息，数额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，月复一月，彻底陷入恶性循环，沦为月光族。
BBC 纪录片《无节制消费的元凶》将这种支付行为称为信用卡的无痛支付。这种借用思维极易导致贫穷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。行为经济学大拿哈佛大学教授塞德希尔·穆莱纳森花去几十年研究穷人和贫穷的本质，提出稀缺心态的概念。具体而言，稀缺心态有3种表现：一是只顾眼前行乐，忽视对教育、健身、读书等长线回报项目的投资；二是透支未来，不停借贷，直到超出预期，超出能力边界；三是消耗带宽，担忧和焦虑占据了大量时间和心思，无法享受生活。他说，当我们被稀缺心态俘获，就无法专注于发展。正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不会想着如何享受生活，只想快去找东西吃，如当头棒喝，醍醐灌顶。自此以后，我及时扭转恶习，停用了信用卡，养成记账的习惯，渐渐摆脱月光。对每笔出入账了如指掌，清楚自己经济实力的边界，生活自然有一种通透的富足感。不攀比，不虚荣，不透支，不借用，只做力所能及的事，只买付得起的东西，避免掉入消费主义的诱惑陷阱。同时，我开始用一部分钱来学英语、练瑜伽，短期之内或难见效，但经年累月必将受益匪浅。这些长线投资让生活有了节奏与期待，而不只有眼前的焦虑和苟且。把人生展成一幅长卷，与生活贴得更紧，自在而深情地活着，像一棵树，一朵花，日子总是一程一程的。当然，这篇文章并不致力于教大家怎么看起来有钱。人生苦短，不必打肿脸充胖子的装模作样。富裕时投资体验，投资成长；拮据时不做无谓的抱怨，勤勤恳恳去挣。在日复一日的流年里，不攀比，不自毁，脚踏实地走好眼前的路。做到这些，你会呈现出一种由内而外的富足感。当我走过低谷，褪去戾气，把生活交给平淡的拼搏，专注的感动时，所有好运不期而至。其实我们的小日子真的还不错。当你对外呈现的不再是张牙舞爪、焦头烂额、急功近利，这个世间自会好好待你。本集就与你分享到这里，喜欢专辑欢迎您订阅关注，多多投送月票支持。我们下集见吧。我们这一生会遇见许多人，但真正美好的相遇少之又少。喜欢就争取，得到就珍惜，失去就忘记。收到请柬，帆要结婚了，他给我发消息，结婚对象是那个跟我臭味相投的人，长相傻傻的，可我觉得很帅，小毛病不少，但人很善良，了解我的缺点，目前还没嫌弃，可能没什么大作为，但毫无怨言，一直在努力。我们相伴7年，正式打算成个家了。你知道的，还是大学那个，没再换过，我们都比较懒。我想他一定很幸福，才能写下这样朴实无华却动人的话语。我羡慕帆，不仅因为从今往后烟火岁月有人陪伴左右，我更欣羡两人心甘情愿地被对方驯服，甘愿割舍一部分的个性、隐私与未来。到如今，4舍5入已算迈进3字头的年纪，真真假假，也见过许多爱情的面目，不能久处不厌，
无法步入婚姻，大约是不愿妥协。哪怕基于深情，仍不愿妥协，更不会妥协于世俗、合适、催婚者。尽管心知肚明，那么多人走入婚姻，未必不是想找个条件差不多的人搭伙过日子。对我来说，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。驯服就是制造羁绊，凭借羁绊，我们才找到遗落人间的肋骨，补全缺角的拼图，治愈与生俱来的孤独。可是总有一种人，无法放弃对这个世间的好奇与热望，无法放弃棱角。他们用这些棱角去探索更大的世界，也刺伤了近旁心生安定的人。在大学时，王公子对我说，你是河流一样的女子，但多数平凡人只想找个人过日子。人们对自己的认知大约需要终其一生不断推翻重建，才能无限接近真相。所以王公子在我这个年纪领证，我仍孑然一身。身旁有些同学想得通透，在追寻100分和80分以上之间果断选择后者。就像小时候考试，考100分的小孩总归要付出考100分的代价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，而考80分就好的小孩一定会更开心。不逼自己，适当容错，面对世界拥有后退一步的得体。可是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，学不会不考100分也开心。敢于不完美，其实是一种更容易接近幸福的品质。可惜有人终其一生都没能学会。三毛写，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，非常沉默，非常骄傲，从不依靠，从不寻找。感谢家人朋友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包容，让我至今仍保留野性、天真和自由，从未被任何人驯服。这不知算不算是一种幸运？本科实习，辗转5座城市，花4年时间走遍中国，几乎都是一个人。孤身北漂，凭性情换工作，大龄回炉求学留学，在可预见的将来，或许还会读博，又或赴香港。年龄、社会角色、世俗眼光，都不能限制我对未来的想象。我有清晰的规划，并坚定不移。闺蜜讲，只是还未遇见能让我打破自我规划的人罢了。若遇上，必然有所取舍。当然，也有人不肯为任何人打破自己的规划。好友最终终结了10多年的感情，工作繁忙，只能抽空醉生梦死。伤心的不是分离本身，而是在对方未来的人生规划里，并没有他。我见人思己，三省吾身，对未来的设想，除了自己，似乎没有过其他人。若有人讲我在他的未来里，我大约只觉惶恐。我会担忧该如何行走才能符合对方的预期。偏生我又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另类者，纵使真心倾覆，也无法跟随另一个人的梦。因为对我这样的人而言，放弃自我太难了。提着过往走向人群，寻找合适的位置安放自己。孤单的人彼此亲近，拔下锐刺依偎取暖，并肩同行。不忍或不愿拔刺，只好生人勿近。
我很喜欢杨千嬅在《再见二丁目》里唱的，无论于什么角落，不假设你或会在旁，我也可畅游异国，放心吃喝。这可作为我这些年不失洒脱的写照。11月初，我收到了牛津大学的邀请函，12月初办妥了英国签证，要启程出发，成为一名牛津大学的交换生了。我始终相信，好好爱自己是教别人如何爱你。未来无法预料，也许遇见另一个苛求的、执拗的、独自生长的分歧者，同行下一程，直至余生。不做攀援的凌霄花，只愿当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以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，分担寒潮、风雷、霹雳，共享流岚、红泥。又或变成大多数，褪下铠甲，换上长裙，也未可知。只是我想记录下此刻的我，依然是一只野生动物。10几岁时看王家卫的电影，不大懂，既不懂故事之外的欲言又止和求而不得，也不信宿命。经年之后重看《花样年华》，才恍然懂得剧中人。那是一种难堪的相对，他一直羞低着头，给他一个接近的机会，他没有勇气接近，于是他调转身走了。陈太太搬来时，房东问她姓什么，她说我先生姓陈。她只说她的先生姓陈。在那栋楼里，她没有名字，没有自我，只是陈太太。穿风情万种的旗袍，精致、优雅、体面，从事文秘工作。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，中产阶级的核心需求是秩序与尊严。陈先生给日本老板打工，常年在日本出差，与陈太太聚少离多。隔壁租户是报社编辑周先生，他的太太在酒店上班，早出晚归。两户同一天搬家，师傅不断弄错，周家的鞋柜搬到陈家，陈家的书又放进周家。陈太太问他，你也喜欢看武侠吗？读书的人容易为这类桥段倾心，无论是茶陵十字街84号还是月满轩尼诗，书香稀薄的年代，彼此曾为同一部小说雀跃和遗憾，似乎在那一刻便生出某种通往精神世界的纽带，连结了两个看似那么不同的人。楼里房东太太问他，搬家这样劳心力，先生不来帮忙吗？影片开头即见他先生之不负责任。回头想想，命运曾在那么多处给过暗示，可是当时的我们却从没想过回头。直到两人约见，谈起香港买不到的手包和领带，各自另一半终日不见的感情终于浮出水面。陈太说，我以为只有我一人知道。两个同病相怜的人，各自在令人疲惫的关系里进退两难。他们在狭长的楼道里擦肩而过时，大提琴声无一例外地响起。一定会有故事发生吧，无法预料的只是结局。从那时起，他们常见面，
谈各自的先生和太太，模仿、揣测他们的私情是如何开始的，彼此依偎取暖，试图涉过命运的深寒。难忘的是雨吧，或者你。是命运下过的雨，是和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。他说一个人的时候很自由，想做什么都好，结了婚就不一样，很多事一个人做不得主。陈太说如果没结婚呢？他答可能会更开心些吧。陈太说从没想过婚姻会如此复杂，从前以为只要自己做到足够好就可以，可是两人在一起，只有一个人做得好远远不够。他说不是我们做错，何必浪费时间自问我做错什么。背叛就是你看着他把打火机扔进威士忌酒杯，可你明明说过那是你的心脏。听说他病了，朋友说他想喝芝麻糊，陈太煮了一锅芝麻糊分给楼里的邻居喝。后来再相见，他说谢谢你的芝麻糊，那天我刚好想喝。他说是吗？好巧。陈太从不说爱他，只是默默做完所有对他好的事，揪去情谊，藏了又藏。你看不到我的苦心，甚至不必看到，情愿你以为是刚好。他们相约一起写武侠小说，流言忽至。房东太太说年轻人爱玩，不过要有分寸，两夫妻常分开总是不大好。一墙之隔，隔着今生的距离。2046房间，他挣扎、犹豫、奔赴、离开，又留下来。那晚很特别，陈太问他小说写得如何。不知为什么，明明是另一个问题，他却觉得对方在质问爱不爱我。陈太说我们不会和他们一样的。我却想起周芷若说的倘若我问心有愧呢。影片里的配角也很有意思，他的老板，他的朋友，他们各自的另一半都不忠，越轨习以为常，他们却恪守底线，不能成为曾经痛恨的人。这一生，周先生有100次、1000次、10000次机会告诉他我爱你，但是那么久了，他等他那么久，周先生却沉默了。爱过你的每一个瞬间，心像飞驰而过的地铁。周先生要走了，去新加坡。你走之后，快乐都是那样短暂，痛苦却是那样漫长。1年后，他打电话，周先生接到，他却沉默。如果还记得，应当听得懂另一端的呼吸和想念。但周先生什么也没做。3年后，他回到故园，房东太太已离去。他不敢叩响隔壁的老屋，不敢相信屋里仍住着故人。与君淡如水，
谦卑亦不醉。他来到吴哥窟，把所有心事藏进佛土，心生安葬在岩洞，越要退出，越像你生命移动。仓央嘉措写过这样的诗：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，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。这佛光闪闪的高原，3步2步便是天堂，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。电视剧《花样年华》中呈现，那个时代已过去，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。那些消失了的岁月，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，看得着，抓不着。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，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，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。终是优柔寡断，所以渐行渐远。我去吴哥窟时，陈先生的秘密已青草依依。在洞窟前，我说，因为你跌进红尘，做个有痛觉的人。小说里那么多人在硝烟散尽的世界久别重逢，而现实中错过即是一生。花样年华上映时，王家卫42岁，梁朝伟38岁，张曼玉36岁。人们说失了年少的热烈，多了克制与含蓄，叫花样年华。大约是因为这才是人一生中最好的年纪，不再鲁莽偏执，也还未衰老。不是只有肆意爱过的才是花样年华，听天由命也好。我几乎不喝酒，阳历年跟同事去了一个名叫恋人未满的地方喝酒。恋人未满 almost lover， 后来我把 almost 译成差一点儿。差一点儿我们就能拥有每一个清晨，差一点儿我们就能见到同一个未来，差一点儿我们就能不错过。可最后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。他们或许看到眼前的流水和远方的帆，我只看到你。他问他，如果有多一張船票，你會不會跟我走？如果有多張船飛，你會唔會同我一齊走？係我。如果有多張船飛，你會唔會同我一齊走？他問他，如果有多一張船票，你會不會帶我一起走？終其一生，聽不到想要的答案。那不是你的話，你只是途經了他的盛放。荼蘼過後，再沒有春天。正如一直忘记别问他只喜欢过吗？临走呢，可随手关了灯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李梦记的作品《允许一切发生》，让我们一起读书吧，睡前放过自己，终结深夜 emo。认识他的时候，他22岁。那时，女孩子刚刚结束一段潦草的关系，裸辞，在米兰的青旅被小偷偷光了所有的钱。他给朋友打电话，朋友说，刚好有个学弟在米兰读书，我让他去接你。
在米兰深夜的街头，薄寒的午夜，一个同乡口音的男孩风尘仆仆地赶来，轻声说：“别怕。”他惊魂未定地跟在他身后，穿过一条又一条安静的街区，来到他家。走过重重的雕花铁门，一间简单的小屋，一张床，一副桌椅，一灯如豆，一窗临街。回头想想，不过是一间陋室，那时他却觉得无比温暖。两人从青旅的遭遇聊起，讲到各自的成长。原来他们曾在同一所学校读书，他们吐槽着同一个物理老师，他们的父辈是大学校友，他们都有奇怪的笑点。不记得说过什么，只记得整晚都在笑。女孩过得并不好，失恋、失业，约好一起去欧洲旅行的闺蜜临时变卦，留她一个人在他乡流浪，还遇上小偷。那一晚是她生命中短暂却明亮的烟火。他们谈天说地，直到东方泛白。女生将离开米兰去瑞士，后来她睡着了，男生在一旁看书。当他低头拍醒她时，一束清晨的阳光从男生肩头漏下，那一霎的感觉像家。在火车站，女孩想拥抱他，但是却没有。塞林格说，有人认为爱是性，是婚姻，是清晨6点的吻，是一堆孩子。也许真是这样，莱斯特小姐。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。在瑞士，青旅老板提议他打工换宿，并留他在这里工作，几年后可以申请瑞士永居。他问为什么我如此幸运，老板说，因为你非常美丽。女孩打电话给男孩，他说，不要去，你总是太单纯，听不懂老板言语间的暗示。他于是启程去巴黎。火车摇摇晃晃，颠醒睡梦，阿尔卑斯山的清澈治愈了他的眼睛，他渐渐开心起来。但他知道，是男孩悄悄治愈了他的心。他是那样闪耀，读他们家乡最好的高中，精通5国语言，高考后留学法国，顺利留校读研，又被选中来米兰做交换生。那是他最好的年纪，意气风发，充满希望。而他身在谷底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未来，打烂了一手好牌。曾经的校文科头名，高考却失利。那些年荒废了青春，毕业时连一张学历证书都没有。他不敢对他说喜欢，但遇见他，他找回了从前的斗志。优秀的人，但是出现在你生命里，已是一条渡你的河。在你身边停留的瞬间，我停下来，认出自己。从欧洲回来那年，他考入985院校读研，毕业后进入知名企业。隔着时差，与他的联络越发稀少。他想，人生总是这样，有时相聚，有时分离，只要聚时竭力，散时便无悔。往后多年，只要他发消息，他总是很开心。甚至有一回接男孩电话时，不慎从高处重重摔下，卧床半个多月。痊愈后，他左手无名指关节处留下一个十字星形的疤。望着这根将来会戴上戒指的手指，他总想起他。这些心思，女孩从没说过。她是太过美好和纯粹的存在，年纪又比自己小，她总自觉不配。
再相见时，男孩回国了，留法近10年，却没能换到一张文凭，也不曾恋爱。而女孩又一次辞职，正经历一段疲惫的婚姻，还意外流产，失去了一个孩子，站在离婚的门槛，进退两难。女孩回到家乡，住在一幢老楼里，他来看她。距离初见已经过去好多年，但他仍然像那个昨日的少年，乡音未改，风尘仆仆。明明是一个漂泊的人，却带着家的温暖。在一张狭窄的沙发上，从日上三竿聊到日薄西山，细数这些年的经历，像初遇那晚，有说不完的话。坦诚地像面对另一个自己。他们本不是甘愿向旁人袒露心扉的人，此刻他前途未卜，他身不由己。这么多不为外人道的辛苦，他想拥抱他，但他不能。女孩只是对他说，在我心里你是那样优秀，别看轻了自己。男孩说，你那么有才华又勇敢，不该过这样的生活。你可以做到任何事，成为任何人，只要你想。狄金森的诗里说，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，我便没有白活一场。假如我能平息一个人的悲伤，消除一个人的痛苦，或者帮助一只迷途的知更鸟重返巢中，我便没有虚度此生。相知一场，他们曾无数次抚平过彼此心头悲伤的褶皱，是不是就不算白活一场？从前，女孩的爱情观是琼瑶给的，是任时过境迁，容颜改变，爱的人能仅凭声息认出你。是红尘作伴，浪迹天涯，潇潇洒洒；是一心继续，万山无阻，生死相依。女孩是自由的，浪漫的，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却过着世俗中每个人都在复刻的人生。朝九晚五，按时结婚，买车买房，生儿育女。她的丈夫不读书，只与手机为伴。她说的丈夫不懂，也不想懂。她的丈夫从来没有试图了解过她。一个妻子，只是一个角色，谁都可以，碰巧是她而已。她想，人生大概就是这样，最好的状态是情投意合，其次是衣食无忧，最不济是孤独终老。与对孤独终老的恐惧相比，情投意合或许没那么重要。当他守着几近枯萎的婚姻，想对命运说我认识，男孩回来了。女孩想告诉他那年初遇的心动，别后经年的相思，如今不改的悸动，但他什么也没说。他早过了偏要勉强的年纪，对爱情也少了执着。多年以前，假如他没有选择不算热门旅游城市的米兰，假如原本留法的他没去米兰做交换生，假如他早睡，没有接到朋友凌晨2点半的求助电话，假如他的房间不在他住的青旅旁，仅15分钟步行距离，那么多个假如，他们却最终相遇。命运曾在无数个路口留下伏笔，可惜那时年轻，这恨太匆匆。闺蜜陪她看《爱在3部曲》，陌生的青年男女在宿命中偶遇，炽热的相爱。他们每次见面都相隔多年，却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，像极了他们的故事。男主角说，因为不了解才会爱一生。
所有浪漫的期许都缺乏现实的基础。女主角说，我们只是短暂的相逢，或许只有在欧洲散步时，在天气暖和时，我们才会合得来。于是她想，做不成伴侣，做朋友也很好，不必贪心。如果喜剧是悲剧加时间，那就再等等看，等待人心剥离出最初的模样。那些悬而未决的心意交给时间，往后余生慢慢来，发生什么都好，允许一切。那晚他在日记里写下，我以为人生不过一场大雨，而我无枝可依，有幸抢到一把伞，尽管陈旧，尽管破漏，总好过冰雨浇头。但与你人海相认，被你疼惜欣赏，总会让我相信，原来人间有晴天。爷爷去世了，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，以至于时间过去很久，只要想到爷爷就泪流不止。我5岁以前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，奶奶特别勤劳，把爷爷和我衬托的都很懒，喂奶粉、打疫苗、织毛衣、洗衣服、做饭，家里大小事情都是奶奶一个人干。爷爷夏天给我买一包小矮人雪糕，吃完我的舌头花花绿绿的，教我写毛笔字、画国画，画着画着他就要跟他的老伙伴们打麻将去，每次都说3缺1。下雨天，院子里闯入一只小青蛙，我把它好生喂养起来，没过几天爷爷就给我放生了。骑一辆28大杠，我坐在横梁上，爷爷载着我上街赶会，看正月15的花灯和礼炮。回来晚了，挨奶奶批。有时停电，我们点一支蜡烛，奶奶吹口琴，爷爷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。第一次出门旅游，是奶奶带我去五台山，爷爷看家，但我太小了，以为再也见不到爷爷，临行前就在大巴上猛哭。爷爷买了几根他最爱的麻糖，从车窗递给我，也不说话。我不爱吃，看见那一摞麻糖，哭得更凶了。我一直觉得爷爷大约更喜欢姐姐，姐姐是伯伯家的小孩，爷爷只有我们2个孙女。小时候，我和爷爷打羽毛球，画一条线，谁接不到就要捡球。有一天，爷爷悄悄跟奶奶说，妹妹这个性子啊，长大了怕是要吃亏，姐姐跟我打球，球掉了，每次都要跑过来捡，从来不让我捡，妹妹只捡自己那边的，还要我好好打，别走神儿。奶奶一向偏袒我，说那是妹妹打得好。20多年过去，我还是一副不讨巧的模样，争强好胜，不懂迂回，黑白爱憎，朗朗分明。后来我离了家，越走越远，每次回去，爷爷说，你的某篇文章我看了，写得好。也没有别的话。我挣钱容易，每年爷爷生日，我都请老人家吃顿好饭，除了在牛津大学做交换生的那一年。他不说什么，我觉得他应该挺高兴的。爷爷临终前这1-2年，姐姐常去看他，我离得远，1年到头只见得上3-5面，朝夕相处不超过20天。今年8月底，我回家给奶奶祝寿，爷爷身体尚可，坐在院子里看报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我就推他去小公园遛弯晒太阳。
1个多月后，人就没了。我没给爷爷喂过1次饭，穿过1件衣，剪过1回指甲，端过1次便泥。因为疫情，我甚至没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，连他在医院病床上是什么样子，都只能看伯伯发来的视频。直到最后时刻，家里都瞒着我。视频里，爷爷状态好时还能说话。我说爷爷身体素质好，可能过2天就能出院。念及此，我只觉抱歉，仰愧于天，俯作于人。姐姐说，去世前1周她回去，爷爷意识已不大清醒。爷爷问他，妹妹好吧？家人不让我回去，怕给单位防疫工作添乱。爷爷去世7小时后才告诉我，飞机、火车没有1张余票。我转天津绕道回乡，1天1夜，终于赶上遗体告别仪式。灵前，我看到爷爷的遗像，那是他64岁时照的，那年我3岁。我们住在一个小院子里，满院都是葱葱郁郁的爬山虎和弯弯延延的葡萄藤。长大后读诗，最喜梨花院落融融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。那是我童年风物的写照。日子过得很慢很慢，从朝霞升起到日头偏西，从冷月如钩到月满西楼，我们拥有1整个日月。照相那天，我不知是有起床气还是对摄影师人生哭得惊天动地，留下了1张眼睛红红的照片。奶奶专门给爷爷染了头，照片上的爷爷满头黑发，意气风发。看到遗像，童年往事像一场无声电影，一幕幕在脑海闪回。我脚一软，扑倒在灵前，再也起不来了。我多想再摸摸他的手啊，多想把他喊醒，好好教他怎么用手机发短信，再也不嫌他烦。陪他看他爱看的新闻联播，不抢遥控器。还有那么多未尽的心愿，那么多没做的事，我真的放不过自己。前年冬天，我休年假回家看爷爷，他一直说自己大限将至，每天都睡很长时间。某天吃早饭时，他非要给我包鸡蛋，我诚惶诚恐。他一向不做这些催泪之嫌的琐事。从那时起，我忽然觉得，结婚生子或许也是不错的人生选择。老一辈应该很开心看到孙辈成家吧，再不成家，他可能就看不到了。爷爷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他13岁参军，15岁提干，参加过3大战役，抗美援朝、越南抗法战争等战役，军功赫赫。他曾在云南大学当军事教授，年轻时经常出国进行外事谈判。这是我主持爷爷葬礼时写的悼文，改自我读研时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写的主题征文，爷爷的军功章。李占年同志悼词：云蒙低沉，草木含悲，苍天流泪，大地悲悯。2021年10月1日，李占年同志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，与世长辞，享年89岁。李占年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现在开始，默哀，奏乐。默哀毕。
首先，让我代表李占年同志的亲属，对今天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单位和亲友表示衷心感谢。在此，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，共同追忆李占年同志的一生。李占年，1933年1月2日出生于长子县张店村。13岁参军，15岁提干，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追随陈谢大军，自黄河始，一路向南。作为长子县为数不多的离休干部，李占年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，光荣的一生。他参加过3大战役：渡江战役、抗美援朝、越南抗法战争、西南剿匪、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战役。他毕业于南京炮兵学院，曾任云南大学军事教授，在外事活动中多次进行出国谈判。年轻时，他获得多枚军功章：解放奖章、解放华中南纪念章、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、渡江胜利纪念章、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、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纪念章。近年来，他又获得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等。这是他一生惊心动魄、屡立战功的真实写照。对他而言，祖国是在枪林弹雨里诞生的，在一枚枚沉甸甸的军功章里，他站在新中国的起点上，用鲜血和坚韧铸成了对祖国的深情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他把人生的终点也定格在了10月1日，举国同庆的国庆日。这一天对他有着格外重大的意义，我们也将在这一天永远缅怀他。共和国的功臣，我的爷爷，您安息吧，我们永远怀念您。下面向李占年同志遗体3鞠躬。李占年同志永垂不朽。最后，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，向李占年同志的遗体做最后告别。今年春天，我录过一期视频，叫《我想做一个在你的葬礼上描述你一生的人》。没想到半年后，我成了在爷爷的葬礼上描述他一生的人。小学3年级第一次写作文，写我的爷爷。小伙伴们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，爷爷从来都是我的骄傲。对我想不起来爷爷说过什么刻骨铭心的话，做过什么感天动地的事，但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印记，都被岁月一针一针缝进了我最初的生命里。爷爷走了，我生命早期的一段回忆就被生生拽了下来。奶奶迅速老去，从前奶奶是大嗓门，在院外喊一声，我在地窖里都听得到。爷爷走后，奶奶说话的声音低低的，爷爷把他的大嗓门也带走了。我只怕时间太快，他也要离开我，那我的童年就彻底丢了。我想了很多辙，想把奶奶接来北京同住。老旧小区没有电梯，我看好了老年爬楼机。我家没安电视，怕老人白天寂寞，我下单买了一台，把轮椅背在车后备箱，随时出门随时能推。可奶奶的身体根本经不起长途跋涉，对她而言，单是来到北京已经很难很难了。我又想，干脆辞职算了，
回老家陪奶奶住个1年半载，反正给人打工任何时候都不晚，老人不在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得知我有这个想法，爸妈每天发几十条60秒的语音，极力劝阻，只要通视频电话就是一通劝。我想，人生在世，大概总是这样，进不得，退不得，身难由己。爷爷刚走的那几天夜里，我们在老家，我调好闹钟，每隔2小时起身焚香点烛，我怕爷爷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从前看一篇文章，作者的母亲亡故，他在家里处处撒了面粉，如果母亲回来，就能看到脚印。直到如今我才明白，如果舍不得的人离开，你是多么希望他能回来，你不会害怕。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爷爷，听人说应该是在那边过得很好，对人间没有什么留恋和遗憾。我想大约是真的。爷爷是不太动感情的人，如果他在那边看到我每天哭哭啼啼的，应该也会觉得很麻烦。生死别离名利，他看得都淡。世间好像没有什么能让他放不下和舍不掉，他是真正的无欲则刚。我永远敬仰尊敬我的爷爷，也永远无法停止对他的思念。爷爷，如果你变成了天上的星星，也要努力当最亮的一颗啊，这样我才能找到你。好好干，别走神儿。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，而是允许和接受。愿你乘风破浪，跋山涉水，也愿你浪漫一生，细嗅蔷薇。冬末春初，我事业遇到瓶颈，家里也不太平，老人体弱多病，输液住院是家常便饭，医院成了第2个家。母亲正是更年期，常失眠、梦魇、冒虚汗，脾气也总不好，发信息给我多是嗔怨。我早熟，多年来承担母亲的情绪，倾听、背负、决断，以为己任。在香港阴雨如湿的回南天里，拒绝她的长吁短叹。和母亲视频聊天的时候，看见镜头对面的她脸色蜡黄，神情疲倦。我说，走吧，去三亚。准备好2人全部行程的机票，订好酒店，做好攻略，我轻装启程。母亲在北，我在南，各自抵达。做了很多年的独行背包客，上极简。在机场望见瘦小的母亲拎着鼓鼓囊囊的大包小包，霎时又恼又无奈。箱子里多是备给我的，无用却有心。在圆通宝殿，母亲虔诚跪拜，叩3首，鞠3躬。我打趣她，你许什么愿啦？老都老了，心里还有大愿吗？妈妈说，我黄土埋半截，能有什么大愿望？盼能许你个好前程罢了。我默念，好前程。前程何处？我扪心自问，在18岁的青春期从不迷茫。那时流行读迪安的书，同是太原人，他写道，我的故乡的孩子都在为外面的世界努力着。我同意，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都是重生，重新选择城市，重新选择人生。吃醋长大的发小考到川大，
目前最擅长的竞技是打麻将，且无辣不欢。终日饱食面条、花卷、馒头的闺蜜在深圳读博，现在的人生信条是，无论吃了多少山珍海味，缺了一碗米饭就不能算吃饭。而我在岭南读本科，之后又到更遥远的香港温哥华。从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，故乡便只有冬夏，再无春秋。我18岁时目光坚定，态度坚决，要去远方闯荡。可是如今一个人闯荡了5、6年，我迷茫了，回家还是留下？此地鲜衣怒马，熙熙攘攘，光怪陆离，彼处柴米油盐，粗茶淡饭，偏安一隅。只是在千里之外的家和爸妈，我放不下。离开三亚那天，母亲归家，我回香港。她先乘机，我们在不同的柜台排队等候。我办好托运去送她，她却排错了队，火急火燎地赶往另一头柜台。过安检时，广播已经催促登机，母亲急得满头大汗，奔向紧急通道。或许是更年期的缘故，她总是冒虚汗，一激动常年失眠。望着她白了70%的头发，我的心像刀滚过似的疼。母亲手忙脚乱地过安检，又被凶巴巴的地勤喊回去，重新掏出包里的充电宝。过了安检，母亲匆匆跑向登机口，也没顾上回头看我。那一刹，我恍然觉得母亲老了。想起10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坐飞机去大理，着急去洗手间，却听到飞机上广播响起，飞机开始降落，洗手间暂停使用。我坐在座位上，小小的人儿用小手抹眼泪，也不敢声张。母亲牵着我，向空姐说情，好说歹说才放我进去。那时的我，怯怯而躲闪，只会哭。一恍惚10多年过去了，我长成果敢而刚毅的女子，母亲却连柜台都找不对了。那种感觉不好受，就像是我偷走了母亲所有的能耐和智慧，她只剩下唯唯诺诺的依赖，一如当年的我。排长队过了安检，算算时间，母亲应已登机，但我还是走向她的登机口，碰运气，看能不能再见她一眼。10几米开外，我一眼就望见了母亲，她正坐在摆渡车里埋头发短信。我发短信过去，右边。母亲茫茫然转过脸，看见我，眼泪唰的就下来了。我赶忙冲过去，想递给她一包纸巾，她没有随身带纸巾的习惯。登机口穿制服的女生把我拦下，说没见过有人要生闯登机口的。我挺不好意思的笑笑，向母亲挥挥手。母亲的眼泪愈发汹涌，以至于不能再好好看我，摆渡车就开走了。车一转弯，我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。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那些难得的黯然、纠结与软弱，一部分给了文字，另一部分给了母亲。大学4年，小打小闹赚了些钱，兼职做英语翻译、庆典主持、平面模特、助理管理咨询师，少数靠才华，多数靠辛苦，算是半独立。生活不铺张，存下来的钱全部用来旅行，大山大水的风景看透。最大的改变是不再执着于聚散，天下宴席皆有尽，聚时竭力，散时无悔。
可母亲是我的软肋，是我讲不出再见的执念。手机铃响，是母亲在摆渡车里发来的短信。梦儿，妈妈走了，这次你带妈妈旅行，妈妈很开心。你长大了，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，还能照顾别人，我很放心。买些好看的衣服，你现在是作家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出现在人前要优雅得体，别太拼。累了烦了，常告诫自己，静下心来，以静制动，静能生慧。与人为善，吃亏是福，你的路会越走越宽。妈妈。心中微凉。这么多年离家在外，穿越一个又一个城市，行过一条又一条街道，仰望一片又一片天空，历经一场又一场的别离。生活一如柴静所写，工作上学换了不少地方，去哪儿都是拎着箱子就走，不动感情，觉得那样脆弱。真正走到云树遥隔的他乡，才知离家近是莫大的幸福。过年回家，匆匆忙忙的只待了3个小时，父母两鬓的白发再也遮不住。雷厉风行了一辈子的奶奶，经常从厨房到客厅转来转去，想不起要拿盐还是拿醋。我心里隐隐的不安愧疚，为了自己的诗和远方，勇敢的人先上路，代价是错过他们的老去，不能回头。最终我逃离的是生我养我的故土，也是竭力张开翅膀庇护我的父母。母亲说，在家闲下来的时候听西海情歌，里面有句，你跟随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，想到你总想哭，经常清晨惊醒，想跑去喊你起床，怕你上学迟到，一恍惚才知道你已经走了。你的小屋还像原来一样经常打扫，好像你还在，放学就回来，我还嫌你桌子太乱。小城虽小，但有我的家。这样想来，似乎也不像过去那样急于逃离。也许有一天我会回去，我只愿归家，永远是我欣然的所望，而非倦怠的退路。曾经有人对我说，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。那么，好吧，我在这里等待下一场相聚。记忆中的小脚丫的小嘴巴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妈妈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。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柴米。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麻脸的皱纹。
我和我爸的战争持续了15年之久，从9岁到24岁，我们常年势不两立。小时候，我爸对我日常不满，小到没有良好的餐桌礼仪，筷子不摆放好，饭吃到一半离席去喝水，没有等大人上桌就自己先偷尝了一块红烧肉，饭盛好后喊了3次还没上桌。大一点，到冬天不穿秋裤，顶撞奶奶和妈妈，在课堂上悄悄说话。我多数时候不服气，并且冠冕堂皇地称其为不拘小节。我一直相信，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，在各个时期只要竭尽全力做好一件事就行了。婴幼儿时期是乖巧，学生时代是成绩好，进入职场是有业绩。没人教过我，但我天然就知道。我擅长考试，除了短暂的在物理上折过2年，大多时候都是尖子生。回到家，鞋一甩，衣服一丢，就迅速开始写作业。我没有什么宏图大志，只想快点写完，多看一会儿言情小说。我妈形容我所到之处摧枯拉朽，一片狼藉。我爸不同，他的要求是全方位的，他希望我成为全面发展的大家闺秀，我们俩自然矛盾重重。往后多年，直到我在最后一份工作中调岗变成领导秘书之前，我从来不考虑过程和规矩。我注重结果，为达到目的拼尽全力，但是过程中会伤到谁的感情，触碰哪些规则，不太在意。这也使我吃尽苦头，时常想，如果小时候听爸爸的话，一定会生活得更好一点。但假如不曾经历破碎，我也成不了作家。总之，家教森严使我更加叛逆。18岁高考结束后的那段时间，是我最不乖、最痛快的一段时光。我把父亲强加在我身上的淑女标签狠狠撕下，快意恩仇。我从小就有强烈的平等意识，不认同老师、家长天然的高我一等，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，可以平等表达、交流感情。这个理念源于我妈，从小到大，她始终与我平等对话。从读书时我暗恋的男同学、烦人的班主任，到职场上蛮横的甲方、难搞的上司，我妈都能叫上名字。如今我快30了，婚恋、跳槽，在北京扎根，遇到棘手的事情仍然会向她请教。她在小城的不顺心与不甘心也会跟我说。朋友们羡慕我有这样的妈妈，相比之下，我爸却是传统的中国父亲。他非常坚毅，非常沉默，极少抱怨。他快60岁了，即将变成花甲老头，但每天都工作到凌晨2、3点。他有时是给单位干活，有时是为自己写书，坚持读书，坚持写作。他从来不放低对自己的要求，当然也不肯放低对我的标准。我走过许多城市，见过许多人，仍然相信我爸是他的同龄人中最有才华的。他有一种特别钻研的劲头。我写传记，我爸也写，同样写5000字的短篇，我看20万字的资料，我爸能看200万字。他要穷尽自己感兴趣的人、事、物和所有可考据的资料。写苏东坡时，他认真查阅每一句诗词背后的故事，嚼透每一个与苏子有关的成语。在凌晨3、4点给我发消息，汉书下酒，浮一大白，人生快事。我爸那一代人表达远没有我们这么方便，在这个时代，自媒体、互联网让个体发声变成可能。我写一篇鲁迅妻子朱安一生欠安发在公众号上，1个月文章的阅读量就破1000万，也就是说大约有1000万人看过这篇文章。而在他的青年时代，投稿要把手抄本装进信封邮递，几经周折，一篇稿子在路上就要走1个月。
那时他给全国顶级的报纸杂志写专栏，是山西知名的作家。在人均月工资不过100元的年头，他每个月光稿费就能拿到4位数。本集就与你分享到这里，喜欢专辑欢迎您订阅关注，多多投送月票支持，我们下集见吧。从祖辈起，我们世世代代背井离乡，一向不知何为故土。爷爷从北方一个破落的小山村出发，一路行军打仗来到云南，又转业回到县城。我爸从县城到省城，我从省城到京城，每一代都竭尽所能，一点一点接近更辽阔的天地。家乡何在，倒很难讲。渴望远行的人不能眷恋归属。回望我爸这半生，频频转变身份。他最初在县城当公务员，颇受领导青睐。那时他20出头，正是黄金时代，对一眼望穿的生活感到疲惫，报名参加单位的公费进修，来省城读政治经济学。在学校他认识了我妈，毅然放弃县城的锦绣前程，为爱远走，在同学间一时传为佳话。在省城太原，他先做出版社编辑，后进报社当主编，没想到报纸竟遭遇休刊。我爸又转行进了省电视台，隔行如隔山，从报纸到电视，同是新闻，语境却迥异。报纸要求书面化，电视要求口语化，此外还要重新学习编导、剪辑等技术。那时他每个月有20天在出差采访，剩余的日子每晚加班，在机房通宵剪片、审片。没过几年，他拿到全省第1个中国新闻奖，去九寨沟领奖，一时间在单位风头无两。不久他又获了大奖，其他部门的台领导想挂优评先，他说：“这个片子您全程没有负责，不应该挂名。”他这一生宁折不弯如此，却也为他的坎坷仕途埋下了伏笔。因为报道揭露了许多黑煤窑、黑企业，在他的办公室有人送了块牌匾，上书仗义直言。我想这是他当记者几十年职业生涯最真实的写照。汪峰有一首歌：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，谁明白生命已变成何物，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，或是展翅高飞，保持愤怒。半生漂泊，半生辛苦，我爸从不允许尊严破碎，永远展翅高飞，永远保持愤怒。前些年伯伯突生重病去海南休养，爷爷奶奶都是我爸妈在照顾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居家办公，我爸每天给爷爷奶奶做6菜1汤不重样。爷爷离世，我爸坚持给爷爷守灵好几晚。我说我替他，他说你大老远赶来，回家睡觉吧。葬礼办完那天，送走所有亲友，他坐在沙发上垂着头打盹儿，满头白发，满眼血丝。如果不是常年健身，依然拥有饱满的胸肌和肱二头肌，远看简直老态龙钟。对爷爷奶奶，他每天都想着带他们吃什么玩什么。疫情爆发前，我爸妈带爷爷奶奶去井冈山，爷爷腿脚不好，坐轮椅，我爸一路推着他游遍全城。早年帮我跟人打官司，他恐高，最怕坐飞机，却来来回回飞了那么多次。我爸对自己很节俭，根本舍不得自己买好衣服，身上的一些有质感的衣裤都是我买给他的，买回去他能一直穿，逢人就说是女儿买的。但亲友间无论谁家有难，我爸定会慷慨解囊。我们家不富裕，
但帮助过好多远房的姑妈伯婶。她本不必如此辛苦，但可能是天性，她天生就是这样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把每个人的苦难都背负在自己身上，对所有亲朋好友尽心尽责，家人朋友遇上事儿总会第一时间向他求助，仿佛他无所不能。从我24岁起，我爸突然不再唠叨我了，反倒换成我妈，时常对我表达不满。老爸说我工作上安稳，才华能保富，在对我的管理上，他可安心退居2线。我们两人漫长而激烈的对峙迅速走向终结。很难说是否有某一处分界，我与父亲终于和解。我想，如果将来我成为像我父母那样的家长，我会认为自己非常成功，非常伟大。不知是不是筹备第3本书的缘故，我最近时常忆往昔。明明调换到更加忙碌的岗位，加班成了家常便饭，却因为脑袋越用越灵光，难得休息时，头脑也会不受控制地思来想去，回首向来处。又或许，单纯是因为老了。认识王叔那是10年前的事儿了，那时我刚从太原跋涉千里来到广州，开启了张扬恣意的大学生涯。学院举办迎新晚会，我和王叔作为大一新生，都是歌手队的队员，被分配唱一首对唱歌曲。第一次登台亮相，我们下了许多功夫练习。彼时军训，按身高排列队伍，王叔跟我差不多高，离得不远，所以我们有时间就合一合。午休时训练毕，也总在练歌。终于迎来彩排，但以王叔跟不上拍子，我唱不上高音圆满高吹。队长深感惋惜，临时更换曲目，从因为爱情换到心愿便利贴，我们又开始废寝忘食的学歌。好在这首简单，最终的舞台效果还不错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害怕登台了。我第一次吃早茶是王叔带我去的，在广州上下9步行街，有一家知名茶楼陶陶居。王叔是广东人，娴熟地点了一桌子小点心，每一个都好吃。得益于王叔，我才迅速融入那座遥远而陌生的城市，只把他乡做故乡。多年以后，陶陶居开到北京，王叔在人大读博，我第一时间喊他前去品尝，果然没有广州的好吃。一向认为自己生了个广东胃，尽管后来回到北方，却总是钟情粤菜。2019年去深圳出差，转道回广州看老师，一进校园，紫荆花的幽香扑面而来。我在朋友圈发，大约也是一种故土难离。那么多年过去，依然迷恋大湾区的哥哥，中意粤语歌，喜欢和广东的同学打电话，听裹挟着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白话。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年纪，我把青春密密匝匝地缝进了广州那座城。王叔的老友分布在粤港澳各处，假期他常常带我前去看望，顺道旅行。去温柔了岁月的珠海，海是珠海的眸，澄澈而深邃，写满曲曲折折的故事。轻轻上锁，锁起那些年的惊心动魄，与世无争。行走在海滩上，任海风吹乱我的发，亦吹乱我的心；任海浪打湿我的鞋，亦打湿我的梦。俯身，拾得缺了一角的海螺，幻想里面写着海的女儿的童话。看小螃蟹霸道的横行，
对我这个庞然大物熟视无睹。坐在沙滩上，让细沙钻进鞋子，带他游历世界。拾起小石子，斜身打一串水花，划一段童年故乡小河的弧线。我们在珠海未经开发的海边狂奔，跟海鲜店老板疯狂砍价，吃到最地道的物美价廉的海鲜大餐，去惊艳了时光的深圳，漫步于深圳大学，弥天盖地的绿像北国小城的森林公园。奔跑的猫咪连贯成生动的图画，不由得想起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里的那只老猫，一吹胡子，坏坏一笑，说：“跟我来。”两只肥猫懒懒地卧在横木上，却在我迂回到它们身后掏相机的一刹，华丽转身。灵慧的猫咪竟有如此强烈的镜头感，着实惹人怜。路人甲乙无不妆容美美，窈窕绰约，随处可见打扮入时的帅哥，仿佛闯入爱情睡醒了的场景中。去澳门看一场浪漫的国际烟花节，街边的猪排包好吃到嘴角烫起泡都无知觉。城市不大，所有网红景点连缀成一片，抬眼可见。我对岭南早期的记忆都与王叔有关，后来王叔家里陡生变故，那是另一个故事，却最早让我看清世事无常。从那以后，王叔每个假期都回家，我有时泡图书馆，有时外出兼职，无忧无虑的时光竟一去不返。彼时的我们却浑然不觉。因为家中突生变故，王叔有一段时间非常迫切地渴望赚钱。他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究气质，突然跌落凡间。我知他艰难，不斥他同袖，只是陪伴。和他一起去校外一间衣帽店谈合作，还煞有介事地写了商业计划书。两个完全不懂商业、书生意气的大学生一头闯进店门，真不知店家当时怎么想。但那个中年男老板并未嘲讽，反而称赞我们很有想法。他说，如果可以实现，我可以给你们投一笔钱。王叔和我又相继合计了许多声才知道，并一一实践。早已忘记赚没赚到钱，只记得那时血气方刚，不知辛苦。在2013年前后的大学生创业浪潮中，真庆幸我们在广州，那是一座敢想敢做的城市，不问出身，不问学历，所有梦想都被尊重。我姥爷临终，妈妈长期守在老家病床前，竟然2月余忘记转给我生活费。家教费、奖学金花光，不忍向悲痛欲绝的妈妈张口要钱。王叔慷慨解囊，拿给我300块，没几天又给我300块。这些钱对当时的大学生而言已经是一笔巨款。我省吃俭用，他也省吃俭用，总算熬到我妈想起千里之外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女儿。王叔是我借过钱还没翻脸的朋友，当算生死之交。我毕业后几经颠沛，终于回家。回京。他在广州读研，逢年过节都会发短信问候。听说他要来北京读博，我第一时间向所有同事宣告这一喜讯。那时我还没读研，在京3年，没有同学，没有朋友，只有同事、前同事，与同事的关系也淡漠得很。王叔来了，我在这个城市就终于有朋友了。他乡遇故知，实乃人生幸事。王叔修读中国古代哲学，几年不见，越发仙风道骨。我常感困惑，听他讲几句似醍醐灌顶。他说，人的毕生所得本有定数，汲汲于名利是外求，是劳而无功。
只有不断向内修为突破，才能将所得之边界拓宽。他说，君子所求真善美，不为彰显，只为内修。他说，我应当再多读一点书，往更深处想一步，就可以脱离当下的苦恨。每次见他都相去受喜，能让我躁动的内心平静很久。一如初刻拍案惊奇里讲的甘露洒心。再困惑时再去见他，王叔孜孜不倦地度我、开解我，望我开悟，从不说没空。现代人交友都有一定的功利性，我却没有任何能帮到他的地方。尽管如此，每当我向他求助，他都慢悠悠地坐在粤菜馆里等我，听我火烧火燎地描述案情，再用广东普通话慢条斯理地帮我分析。我为人执拗，不太听人劝，但王叔讲话我总听得进。相知10年，得有若此，别无奢求。来长沙因一时兴起，忽然想尝尝闻名遐迩的网红奶茶。5个钟头的高铁行程，竟在一场连月来最沉的睡眠中度过，以致凌晨4点能在酒店清醒的码字，真是昼夜颠倒。听说长沙遍地洗脚城，时间尚早，我循着人气最旺的一家进去泡脚，也是非常养生的旅程了。旅途中，我不喜欢在网红景点依次拍照，更想体验本地人的生活，尽可能地融入其中，这是我心目中去远方的意义。恰逢老友在乡调研，相约去探颇负盛名的小龙虾店。据传此店每天客流量过万，等位号码牌以1000为计。开始等位时，前方站场还有200来桌，于是我在店外火炉边烤脚。不远处有个醉酒的男孩，醉到非常痛苦的状态，简直肝肠寸断。想不到吃小龙虾能吃出此等情感。同行的几个年轻男孩搀着、架着、抱着他走，一会儿排成人字，一会儿排成一字，千姿百态，看起来不像应酬，也没有油腻感，估计是这一年过得很辛苦吧。我忽然想，能如此不体面的大醉一场，未必不是一件美事。可信任的兄弟在旁，不怕被奚落和遗弃，应该也很难得。正如朋友讲，女友是半夜2点钟醒来非要喝茶，喝不到就哭的女生。在座的我们听闻竟有些羡慕，身旁若无人纵着宠着，哪敢这么理直气壮的无理取闹呢？而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不体面过，我不知道哪种人更幸运。老友姗姗来迟，对我在餐厅等位这件事上彰显的不凡耐心惊叹不已。想来我这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，似乎总在无关紧要处耽误时光。那些被挥霍掉的青春都去哪儿了呢？或是学生时代，一晚梦见西湖泛舟，醒来便坐着绿皮火车风尘仆仆地到苏堤；或是重读边城，一日黄昏已站在凤凰古城的沱江畔，怀想等待着不知归期的故人的翠翠。俱为女子，我身心已憔悴。或是看大鱼海棠，旋即乘飞机到漳州土楼前，默念生命就像横跨海洋，有时相遇，有时分开。在地球的光里，在人类的爱里，我曾见过你。这些年，荒唐之事一桩又一桩，层出不穷的突发奇想，不务正业的天马行空，愚且鲁，任性冒失，不计后果。做过太多无用之事，抛掷过无用之情，有着些无用之趣。一不小心跌进当妈的岁数，听老友讲，我看你就是一个小孩时，
也开始萌生一丝羞愧。大约便是词人所言，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这倒是没什么不好，再熬30年，起码还是个随心所欲的老太太。跨入25岁后，身边的女性长辈忽然不再关心新书几时出，研究生能否如期毕业，年终奖发多少这类问题，转而询问什么时候能找到男朋友。但我却有自己的坚持，我深信活在此刻就是幸福的秘密，所以从容，所以坚定。每一种人生状态各有其美好，独身的人拥有自由和期待，婚恋中的人拥有陪伴和亲密。在人生这场长跑中，不过是2个阶段的长短配比不同罢了，有异同而无高下。拥有自由时，不必为没有戒指而焦虑，走入围城也不因为失去自由而懊悔。活在将来和过去都不明智，往者不可见，来者未可知。珍惜并享受当下的一切，才是最好的安排。常想1、2，不思8、9，别强求，得不到的都不重要。跨年时问身边的伙伴有什么新年愿望，似乎这一年我们都没有特别渴望的新年愿望。我更愿意相信，这是因为大家对现状都算满意。那就祝我们来年持续奔走在热爱里，全糖去冰。昨天和一个老朋友打电话，他说最近看一档对谈节目，嘉宾说最累的时候想着不拼了，回老家喝酒喝到死也行。他说人活着最怕的就是说也行，对现实妥协。我说我以为你会留在香港。他说我回老家了，我选择了也行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说你好像从来都不会选也行。我陷入沉思，感慨良多。上大学前我满怀憧憬，问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读博的表兄，大学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的话让我至今受用，增加阅历。在人才市场做办理落户的窗口柜员，在 NGO 组织服务边缘青少年，在教育机构做英语老师，在杂志社审稿，在电视台审片。闲时去不同的城市走走看看，试图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，去了解哪座城市的气质更适合你，在哪儿更能发挥你的才华，更有利于你承担责任，比如照顾家人。选择城市，选择行业，选择公司，总需要一些运气，却也不能全都交给命运。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很重要，但没有人生来就知道，只能不断的尝试，在试错和摔倒中渐渐看清你想要的生活的模样。在南方读书多年，回京没有同学，连帮忙介绍的人都找不到。但我是独生女，长辈慢慢老去，离家太远照顾不到，互相都不放心。从行业头部公司跳槽到出版社，朋友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我很清楚自己现阶段的人生重心。毕业3年，25岁，工作不能再是我人生的全部，我另有其他的人生规划。成熟以后，对自己的人生和身边的人都要更负责任，关键问题想清楚，自然就不焦虑，也有时间善待自己，好好生活。当我听到同龄人的焦虑和迷茫时，我突然不再怨恨自己曾经吃过的苦，也放下了所有自伤自怜，好像曾经的磨难和委屈一时间都有了着落。
我感恩那些崩溃的、孤独的时刻，因为经历过这些，我才清晰地望见前路，并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20岁，我听过的最好的劝告是：你一定要努力，但千万别着急。如果你还年轻，对探索世界还有更多渴望，那就走出去，多尝试，去折腾，去闯荡。哪怕跌倒和流泪，阅历无价，会让你受益终身。如果你已选定人生方向，愿你不攀比，不自毁，脚踏实地，专心走好眼前的路。要么改变，要么安定。最怕的是困在人生的僵局里，进退两难。我很喜欢古人的一句话：醉花一昼，醉雪一夜。意思就是喝酒应该有合适的时间场景，如果在花间畅饮，应该在白天，阳光明媚，欣赏花枝娇艳。如果在雪中对酌，应当在夜晚，月下领略雪之皎洁。我们总会遇见岁月的阳光与阴霾，路过生命的欢愉和缺憾，保持活力，偶尔撤退，时常欢喜，已是幸福的一生。最重要的是自洽才完满。有时捡一道光，我们就找回了与这个世界的初恋时光。我总觉得跨年夜不是一年的终点，发年终奖的日子才是。收到 HR 发来的邮件，告知我2021全年度无年终奖，这一年终于潦草收尾。回顾2021年的工作，全年创收100万，获评10佳，行业赛获第1名，优质内容输出海外都历历在目。因人员流动转岗，一度兼做3个岗位，连续加班2个月，持续1周干到凌晨3、4点，晕倒在工位。到了发奖金的日子，却依然颗粒无收。职场不易，经济形势不好，行业年年走下坡路。打工人互相安慰，没被裁员已是万幸。这一年实苦。好在工作之外有其他值得庆幸的事儿。研究生毕业，买房装修，完成了几件人生大事。观影90部，读书50本，探店40家，学做30道菜，达成年初定下的生活小目标。写作事业迈进一步，出版了第2本书，成绩尚可。公众号是有史以来更新最勤的一年，单篇阅读量首次突破1万，读书短视频全网播放量超过100万。原本是工作任务，却促使我读了更多书，曝光量迅速增加。虽然旅行步履放缓，但油菜花季在婺源，盛夏去了稻城亚丁，新书交稿，老书增订版即将交付印刷。这些具体的实践都关乎自己，带给我们愉悦感和成就感的都是微小的生活琐事。小日子已是好日子。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机遇，一个把目光收回自身，让心思回归日常的机遇。不再积极于向外探索名与利，不在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占自己的位置，不再渴望占据更多外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不再高喊改变世界，只是精耕细作着自己的1亩3分地，蓬蓬勃勃，盈盈满满。我们突然发现，能把最平凡的日子打理好，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能力。打卡网红景点，餐厅不难，静下来读一本书不容易，
在酒桌上和客户推杯换盏不难，与家人朝夕对坐和睦相处不容易，人前高谈阔论不难，深夜面对自己不容易。看经济学家的跨年演讲，有一句话令我很受触动。2022年，好心情经济的商业时代到来了。他说，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新需求，刷牙要有个好心情，所以诞生了菠萝椰奶冰淇淋、丝绒可可冰淇淋、白糖乌龙冰淇淋等口味的牙膏。牙膏从功能型产品变成了具有审美能力的社交型产品。可见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自己，关爱自己，购买可以悦己的商品，为好心情买单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当我们进入存量时代，无论怎样努力，都无法占有更多的财富、人脉、地位时，不如停下来，向内修为，扪心自问：我快乐吗？我完整吗？我自洽吗？焦虑不安时，去读书、观影、写作、养花、烹饪，专注做一件具体的事，不虚浮，不流于表面，他们不会离你远去，永远能给你最忠实的陪伴。健身、护肤、冥想，呵护身心，在时代的激荡中守住内心的安宁。新的一年，愿你习惯孤独，在日复一日的庸常中找到足以安身立命的幸福，因为我们现在拥有的时光已是最好的时光。本集就与你分享到这里，喜欢专辑欢迎您订阅关注，多多投送月票支持，我们下集见吧。生命不过是一场日趋圆满的体验，尽兴此生，输赢皆有意义。生如长河，你要自渡。过去已经过去，未来事不必预思。我就在此地，如如不动，允许一切发生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李梦姬的作品《允许一切发生》，让我们一起读书吧，睡前放过自己，终结深夜 emo。8月，那场兵荒马乱的青春，兀地画上了休止符。那些年的执念、羁绊、藕断丝连，此刻终于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两不相欠。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，我却用离开烫下句点。发微博说，换个城市，忘记前尘，好好生活。于是我离开生活了18年的城市，孑然一身，漂洋过海。在机场，耳机里萦绕着陈奕迅深情款款的声音，听着陪你度过漫长岁月，泪雨输得蒙了眼。我喜欢夜的星辰，我是沉默的存在。向世界举手投降之前，我想再陪你一段，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勇敢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一直到故事说完。航班的终点是一个陌生的国度，一个从前只存在于新闻和天气预报中的城市——温哥华。过海关时，回头望这座花城，像告别一场可有可无的爱情。
可有可无的爱情，满目沧海。成长是一场冒险，勇敢的人先上路。那是一季盛夏，万物蓬勃，一切向暖，夏意盎然。温哥华夏阳不辣，清暖清寒。下午3点放学，回寄宿家庭。男主人在银行上班，西装革履，朝九晚五，很体面。他会陪我去最大的购物商场买日用品和手撕的公交车票。偶尔早起，他开车送我穿过一条条街道，停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北门喷泉前。在我和小伙伴去伊丽莎白女王公园踩单车的傍晚，他开着电视等我回家。他曾在和我一样的年纪，一个人背井离乡去芝加哥学美术。他深知人在异乡的苦。女主人是日本人，是那种很拼很努力的女生，处处要强，英语说的不比当地人差。保姆阿姨是菲律宾人，会在我每一个手忙脚乱险些迟到的清早，特意为我煎一个最爱的荷包蛋，有时也炒米饭，成全了我对米饭的情结和执念。因为她，我的留学生涯才没有那么难挨。寄宿家庭里还有2个小朋友，姐姐7岁，长得像妈妈，黑头发黑眼睛；弟弟4岁，像爸爸，白皮肤蓝眼睛。我经常和他们手舞足蹈地聊天，他们正是牙牙学语的年纪，咿咿呀呀，口齿不清。我刚出国，口语很差，和他们聊天经常急得不知所措。每天下午5、6点钟，在家门口的草坪上，都有一个穿旗袍的中国姑娘带着2个加拿大孩子，撒着花，唱着歌，比划着奇怪的手势，在聊天。最顺畅的沟通是每晚互道晚安。我教他们说中文，晚安，乌安，晚安。为了提高留学生的英语水平，学校不允许我们讲母语，被逮到要扣分。人前都是 excuse me， 背地里我和一个上海姑娘总是偷偷摸摸地说中文。我们在地下交流中日益情比金坚，彼此陪伴走遍了加拿大的高山大川。在惠勒斯雪峰坐2峰之间缆车椅，几千米的高空，悬着2条腿，没有玻璃挡板。他恐高，一路呼啸，生生地把缆车做成了过山车。在校内酒吧里喝生啤，我们2个女生毫发无伤地喝倒一桌男生，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。千里迢迢花了无数趟车，只为去唐人街寻一家小肥羊，吃久违的川味火锅。那天我们吃了很多，边吃边红了眼眶。大概不是因为火锅沸腾的热气，而是因为想家了。18、19岁的年纪飘在海外，山长水远，举步维艰，所有的乡愁都是因为馋。正如费老在《乡土中国》里写的，我初次出国时，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。后来他又避了人和我说，假如水土不服，老是想家时，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，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。味之乡愁，想家时多吃点，心就能不那么疼。多年以后，我们都离开了温哥华，我在香港，他在台湾，依然像从前会对彼此说声晚安。那时妈妈还不会用微信，
国际长途费用昂贵且信号特别差，我们约好每周打一次 QQ 视频电话。那天我去维多利亚上校外课，在船上我收到 QQ 提示，您的 QQ 账号在另一地点登录，您已被迫下线。我没在意，以为是网络问题。晚上回到寄宿家庭，打开电脑，妈妈的 QQ 消息一连串的发过来。原来我的 QQ 账号被盗，骗子骗走了妈妈2万块钱。我嗔怪他，你看不出来他是骗子吗？妈妈委屈地说，对方一直称呼我妈妈，说留学部让赶紧缴费。我说我什么时候那么紧急的问你要过钱呢？一听就是骗子嘛。妈妈说，正是因为你从不张口要钱，头一回问我要学费，我才想着肯定是急用。骗子发消息给我说，妈妈你连我都不信了吗？还发流泪的表情，我瞬间就心软了。就算被骗也好过你急用钱却拿不到，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，无依无靠。妈妈说着竟然哭了起来，我所有的坚强霎时溃不成军，泪水决堤。我宽慰她说，没事儿，2万块钱我勤工俭学很快就能赚回来，你别难过了。妈妈却说，你别去勤工俭学，吃饱穿暖，把自己照顾好，学点知识，开阔眼界，就是妈最大的心愿。你现在这么优秀，飞那么远，妈妈没能力保护你了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你祈祷，祈祷你平安快乐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用过 QQ， 我养成了每晚发短信对妈妈说晚安的习惯。往后多年，命途不顺，辗转过许多城市，在兰州，在南京，在香港，在北京，不论身在何处，总会准时发短信。后来是发微信消息，跟妈妈说晚安。如果今生注定四海为家，我能做的只有竭尽所能，不让妈妈太担心。我看过沙漠的烈焰，看过深海的蔚蓝，看过黄昏的慵懒，却只想陪你说一世晚安。当年等我回家的男主人，送我香水的女主人，跟我学中文的姐弟俩，为我煎荷包蛋的阿姨，你们现在都还好吗？那个和我一样是路痴，却陪着我把加拿大走遍，天天试图用三明治换我米饭的上海姑娘，现在还好吗？隔着15个小时的时差，听我牙尖嘴利的吐槽留学生露水情缘的你，现在还好吗？温哥华，陪你说一世晚安。谢谢你，陪我把故事说完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李梦姬的作品《允许一切发生》，让我们一起读书吧，睡前放过自己，终结深夜 emo。9月开学季，终于又成了一名在食堂窗口排队打饭，在校运会上走方阵唱校歌的学生。读书总会令人心怀热望，毕业以后一切未知，仿佛因此拥有无数重塑人生的可能。哪怕已见识过人间颜色，知其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脸。报考中国科学院大学，除了想与家族之光的表哥当校友，更为学校的周全和坦荡所打动。面试成绩当天公示，毫无拖沓遮掩，复试体检的采写室旁，一位头发花白的教授等待自己的学生，只为在明天答辩前再叮嘱他几句。
从收到牵着龙芯3号的录取通知书，到开学典礼日为迎接2019级新生发射一颗卫星上天，让人不由得生出某种自豪感和归属感。没有人不眷恋你的容颜。10月里的假期依然属于旅行，吴歌城。听闻吴歌城始于花样年华，吴语飞唱，心生安葬在岩洞，越要退出，越向你生命移动。相逢于海，相思作局，从此人在剧中，悲喜随你。奈何心上人是水中月，深情不合时宜，却入了骨。原谅你太理性，与我在一起要守秘密。原谅我太野性，想这段情更深刻。爱而不得的辗转，秘而不宣的隐忍，唯有幽暗的晚空记得。直至我亲临吴歌城，看到的竟非儿女情长，而是坚韧沉重对抗天命的不屈。这里曾经历经战乱饥荒，被殖民遍地狼烟，在人比野兽更凶残的屠戮中，却步步佛像，处处天堂。高耸巍峨的佛像面容祥和，肃穆地微笑着，人称高眠的微笑。有人写吴歌之美，这个民族虽充满苦难，但一尊尊佛像仿佛从污泥的池沼中升起一朵莲花。那微笑成为城市高处唯一的表情，包容了爱恨，超越了生死，通过漫长岁月把笑容传递给后世。天灾人祸都不曾使他们惊惶忧愁。这个惊世的古国，从高度善良极度浪漫中淡出，带着悲情与苦难，沉默着，等待着。身处其间，震撼难言。前段时间回了一趟广州，离去3年，仿佛归家。早茶店里花一上午时间探茶的阿公阿婆，地铁里熟悉的粤语报站，永远人潮汹涌的体育西路换乘点，学校的西门麻辣烫店仍在营业，还做了灯牌。这或许是我用整个青春换来的对这座城市的依赖感。生长在骨血里的亲切，今生亦难抹去。去拜访一位老师，他是我荒诞的后青春期的见证者，为我离经叛道的种种前尘深表惋惜。人生的步调乱了，所有的路都走到更狭窄的一边，一步踏错，步步艰难。所幸身旁一直有老师和前辈愿意竭尽所能，不计回报地指引我，帮助我，让我相信这世上本没有正确的选择，只是我们全力以赴，才让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。直到毕业3年，生活步入正轨，心情才晴朗许多。而老师渐渐老去，腰部近来做了手术，见到我还是拿我当小孩，生怕我过得不好。临行前，老师执意送我去地铁站。他腿脚受了伤，天黑路滑，不留神一个趔趄，膝盖着了地。我赶忙扶起老师，他崴了脚，还要再送。我赶火车，不能多陪老师待半刻，难过的落泪。走出很远，老师还在原地望我，我的心像被狠狠地揉了一把。回首来处，少不更事，惹了不少是非。父母一夜白头，老师日夜牵肠，我总归是惭愧。
往后只愿能让所有爱我的人都满意，不辜负信任，也不愧对深情。初看《千与千寻》时10岁，恰与影片女主角同岁。往后15年，重看了不止20遍。夏天去看《千与千寻》的首映，虔诚的几乎要木手焚香。故事讲的是一家3口在森林里迷了路，误闯一座鬼城，爸妈被施了法变成了猪。小女孩历经千险救出爸妈，因为她善良、勇敢、真诚，交到不少知心朋友。我对等待拯救的灰姑娘、睡美人兴趣寥寥，却喜欢《千与千寻》这类剧情。同款还有《海的女儿》和《6只天鹅》。小美人鱼把婉转的歌喉丢在巫婆手里，为救心爱的王子化作海上的泡沫。小公主的6个哥哥被魔法变成天鹅，她6年不发一言，差点被当作巫女活活烧死，终于帮哥哥变回人形。这些故事都关于女孩的独立与成长。她们生来柔弱，却面对家人和爱人，用尽所有能量去救赎，去保护，去成全。我妈说，我看似文弱，其实内心强势得很。若心里没有棱角，她也是吃不了写作这碗饭。单身时，好朋友东东总结我，年纪渐长仍情感无着的原因。你拥有独立的自我和坚定的内心，这是你想要的生活，不要给男孩子错误的信号。只是我们想要过怎样的生活，又怎能一言以蔽之呢？幸福是高度个性化的，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种被自我定义的幸福。这幸福有其独特性与创造性，不能用某种标准来衡量。有一位央视女主持人写下自己姥姥的语录，女主持人常劝小辈，平平淡淡才是真，别期望大富大贵，平平安安就是好日子。结果她的姥姥表示反对，说她没说实话。人生来就是普通人，没有能力便罢，有能力为什么不上山顶去看看？山顶上看的东西和山底下看的就是不一样。没能耐的人一辈子都在山沟里，真是白活了。平淡是真，普通是好，都是懒人的说辞。要是山顶上的能人说实话，保准会说他不后悔，下辈子还要上山顶。老人家抱持朴素的勤俭努力、克己奋斗的价值观，教出的他自是看尽风光。但精进拼搏一生，知足常乐，却也未必不是福。另一位央视女记者辞职回了老家，正式投奔生活去了，日子简单安逸。她说，原先一直以为青春就指青春期，诧异。青春是某人一生中能够识别享受美好的时期，所以有人终生是青春，而另一些人终生都没有经历青春。他们2人，前者不知在田埂上看水牛吃草之乐，后者或难常住全世界最高级的酒店。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世界里体察人间。这一生，有人为了美，有人为了赢，只是我希望你有权选择做一个平凡人，在自己的一方天地，真实的连接着同样不显著的平凡人，终其一生也不被太多人看到和记住，但是平衡，但是自洽，知道来处，知道去往，做一个完全的人，无畏外界的声音和目光，在知足常乐中循序渐进，在能力和心力的承受范围内做到最好，不挑战身体极限，
也不埋没被赏赐的才华，拥有松弛感，成为有格调、有温度、有人情味的人，永远珍视自己，永远善待自己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李梦姬的作品《允许一切发生》，让我们一起读书吧，睡前放过自己，终结深夜 emo。 我最近摔了一跤，老命丢了半条，好不容易休假，机票酒店早早订好，攻略做了几千字，谁成想竟全用来卧床养伤。倒也躲过了突发的疫情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回想2020年初去牛津大学做交换生，刚落地伦敦，武汉封城，国内航班停了。回国第4天，国际航班不能入境，而我完美闪避，在疫情的夹缝中安全学习了一个寒假。这次我刚回太原，走后第3天，小区有了确诊病例。旅行计划、工作计划悉数搁浅，人生突然停摆，急也没用，只能在家乡拖着病体写稿。闺蜜来探望我，她最近在喜欢的城市谋到一份非常满意的工作，趁入职前的空档赶来看我。我这闺蜜是个狠人，考大学与理想高校1分之差，愤而复读。大学读英语专业，考取各种证书。大2快结束时，旁听了一节西班牙语专业课，忽然找到此生挚爱，毅然换班。半途转专业，保研和考研的难度极大，她拒绝调剂，生生考了2年，终于上岸。不想读自己导师的博士，考博落榜后不同意调剂，又错过秋招、春招，没有合适的工作。她索性在家观望学习，待业1年，终于谋到称心的工作。她今年30岁，还没有赚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，但她一点都不急。考大学、选专业、考研、找工作，30岁前的每一件大事，她从不妥协。职业生涯30-40年，随便选个岗位将就，或许当下可以应付长辈，后面却是漫长的无奈和不甘。她说，我们这一生会遇到许多混沌和不安的时刻，走不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待在原地坐一会儿，因为我相信总有走出去的一天。这句话别人说或许是鸡汤，他说我信。复读、待业，对每个年轻人而言都是最难熬的时光。只有拥有强大的内心和真正的坚定，才能矢志不渝。毕竟妥协是比较容易的。那些跑得快的，赢在起跑线的我们，谁能像他一样，每个选择都让自己满意呢？我们无数次被生活掀翻在地，却没有勇气，更没有耐心，在原地坐下，抚慰一下受伤的心灵，整理一下凌乱的脚步。我们害怕被同龄人抛弃，等不及拍拍身上的尘土，迫不及待地再上路，生怕磨刀误了砍柴，不知反思，反而摔了更多跟头。诗人德里克说，坐下，尽享你的人生。我想，人生有些时候，大约真的需要等待。我一直喜欢一位演员，去年看他的一档真人秀节目，印象很深。节目录制时，他和另一位常驻女嘉宾突然接到春晚彩排的通知，2档节目撞期，只能2选1。
女嘉宾焦虑到落泪，一直在碎碎念，赶不上彩排怎么办？错过录制怎么办？能不能延期或改期？为什么通知的这么晚？女嘉宾是位非常敬业的艺人，也像极了面临突发事件的我们。相比之下，只有20岁的她却很淡然。旁人对她说，你独自承受压力的样子让我们很心疼。但她却说，我消化压力很快，因为我知道困难总会解决的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许多事在当下本来就没有解决方法，抱怨和狂躁都无济于事，急没有用，只能等。等不是消极怠工，是内心的相信和安宁。所有处变不惊，不过是对时间的敬畏。这一点，越早明白越好。所以女嘉宾对他说，你比我成熟。从前在辩论队，我们队长说过一句话，现在困扰你的事，放到5年后再看，还重要吗？如果可以时刻保持这种思维，在最痛苦、最焦虑的境地，想象这件事被搁置在5年后，用那时的心态回头看，许多事情也就都想开了。风物长宜放眼量。我认识一个男孩，他谈过几次恋爱，每次都全情投入，认识1周就展开追求，相处2-3个月，发现3观不合，性格不合，处不来又分不掉，各自消耗，鸡飞狗跳好多年，最终变得疲惫不堪，还是与恋人一拍两散。如果可以慢慢相识，慢慢相处，或许能早早发现不合适，即便做朋友，也不至于将曾经的心动变成老死不相往来。年轻人总是不愿等待，看剧要倍速，减肥要速成，外卖要半小时达，写文章要追热点。在这个时代，慢下来很难。所以我们迷恋乡间生活博主，花整个4季酿1罐酒。我们喜欢少年时代，拍摄12年，不更换任何演员，只为捕捉小男孩梅森最真实的少年时代。这是时间的杰作，正如我的腿伤，尽管没有缝合，没有用药，只静静地等它痊愈。过了半个多月，那么深的伤口竟也自然闭合，长出了新的皮肤。回首向来处，那些曾以为抚不平的心口褶皱，过不去的深渊坎坷，停下来等一等，其实也都过去了。我很喜欢一个词叫年深月久，咬咬牙挺过去，总能守得云开见月明。熊镇里有这样一段话，所有成年人都经历过内心无力的日子。当我们不再知道自己一直努力奋斗究竟是为了什么，当现实和日常生活将我们埋葬，我们纳闷着自己究竟还能挺多久。奇妙的是，我们在这种状态下撑过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长，而且我们不会崩溃。只是可怕的一点在于，我们从来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能挺多久。如果你正陷在人生的泥潭中，别怕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允许一切发生，它会给你最好的答案。停下来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。人生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困局，皆如是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李梦季的作品《允许一切发生》，让我们一起读书吧。睡前放过自己，
终结深夜 emo。疫情防控期间，我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，对我周遭的所有领土进行了一番断舍离。我从大学开始就接触断舍离，大二时扔掉陪我跨越8000里路云和月的日记本，一大箱连楼下垃圾桶都快装不下的旧物。对我而言，这算得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。我也因此同紧绷的压抑的少女时代切割，完成一场决然的了断与告别。时隔多年，重新学习断舍离，生出许多全新的体验和心得，迫不及待地想要与诸君分享。从前以为断舍离即极简，是将生活简化到极致，繁杂物品悉数扔去，只保留必需品，却压缩了审美的需求。其实断舍离并非舍弃一切，断舍离的根本是流动，是生命的交替，是新陈代谢。比如衣裳、厨具、化妆品，它们各有寿命，不是拒绝消费，而是精简那些囤积的杂物，扔掉那些将来可能会用到的物品。仅以当下的需求为着眼点，允许物品短缺时再添新品进来，短的只用1季，长则2-3年，自然而然的淘汰，之后再更新换代。新陈代谢也是大自然的规律，是符合生命流动的永恒奥义。只谈舍弃，不讲更新迭代，不是真正的断舍离。除却物品，我们的许多观念和陈规也应当不断被革新，允许新鲜思维输入，让思想也流动起来，淘汰某些不符合当下潮流的偏见和执念，才是一个永远鲜活、永远年轻的人，是真正拥有生命力的奔涌的后浪。有这样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，那些超市打折时顺手买回的物事，不知何时留存的友人赠礼，单位发放的节日慰问品，你不记得他们何年何月来到你家，不记得他们在哪儿高就，随手堆在看不见的角落里，落满尘埃，就像家里住着许多陌生的大树。他们拥堵在房间的各个角落，把你的精神空间也塞得满满当当。劳累一天，回到本应放松休憩的家，却更加疲惫与窒息。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所有外物都是精神世界的投射，整理家务就是清扫内心的过程。几年前，我正处在工作最辛苦、精神压力最大的时期。那时我疯狂购物，衣裳多得根本穿不过来，护肤品的瓶瓶罐罐摆满梳妆台，有些从购入到过期竟然从未开封。想来，大约是精神上不愉悦、不畅快，才会想方设法从外界拮取，以物欲的满足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断舍离作为一门学问，不仅有理念，还有许多具体的实践方法。我最受益的是先出后进，也就是 one out one in 的处置方式。添置新物之前，先淘汰旧物，腾出空间再安置新品，总量控制，不致积压，也使物品循环流动，富有生命力。我想这种断舍离法则也同样适用于人际关系，尤其是亲密关系。现代社会的爱情观有明显趋利避害的倾向，许多人守着一段不如意的亲密关系，当断不断，骑驴找马，想着找好下家再撒手。但无数事实证明，在了断旧情之前开始有新欢，
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矛盾和痛苦中。若要避免陷入纠缠的环境，顺序要对。毕竟想过好这一生，需要很多的智慧和很大的格局，而想过成一团乱麻，只需要一点点的贪心和愚蠢就足够。在此分享一句我的人生信条：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哪怕墙边有堆成山的钻石。经年之后再次践行断舍离，我对理论有了新的认知。从前只是单纯丢弃，如今却会重新审视所谓的无用之物，废物利用，旧物新用，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乐趣。我想，好好利用或许比直接扔掉更加接近断舍离的本质。让这些被忘却的事物重新回到我们身边，寻找对无用之物不痴缠和惜物之心之间的平衡也很重要。尤其是那些曾寄予美好情感的物品，与其漠然扔掉，不如物尽其用。断舍离是为断掉杂物，但许多物品原本不应只是杂物。这也让我们在冷静的理性中重拾一点温情，如同重新爱上身边那个在经年相处中渐渐厌倦的人。特殊时期，每个人都拥有了漫长的时光与自己相处，不如放过自己，珍视自己，与自己和解。没必要的人、事、物，脑海中过不去的执念，该放手就放手吧。知足常足，知止常止。佛曰：看破，放下，自在。人生不必负重前行。本集就与你分享到这里，喜欢专辑欢迎您订阅关注，多多投送月票支持。我们下集见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李梦记的作品《允许一切发生》，让我们一起读书吧。睡前放过自己，终结深夜 emo。一位纪录片导演花2年时间，将视角从庙堂转向江湖，记录小人物的命运。新拍摄的纪录片的片名中有100年的字眼。关于片名，导演说，100年几乎是人类生命的极限，或长或短的人生应当如何度过？或许我们需要一个理由，让自己勇敢一点。支撑我们一路走来的，终究不过是一个爱的人，或是一件爱的事。媒体的推荐语是：100年很长吗？只有用力活过的人才知道答案。在凛冽的夜色中，我走进电影院，终于解锁一个人看电影的孤独等级。看简介时，我料想可能会流泪，但其实多数时候在笑。它不渲染情绪，只是讲述，笑和泪，喜与悲，皆真实。像这场生活，辛苦固然多，却总是充满幸福的彩蛋。黄生，一个黑黑瘦瘦的26岁男孩，在佛山打拼10年，从小工做到包工头，挣点辛苦钱。破旧的出租屋里，他弹吉他，对女友唱道：没有钱，我也没有房，只有一个有要求的丈母娘。女孩意外怀孕，催他打电话向自己的父亲提亲。父亲拒不相见，说学历没有，钱也没有，人还长成这个样子，般配吗？女孩哭道：我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认识一下？
总不能用外在条件全部否定一个人。黄生备受打击。他说，我自己挣钱，用汗水养活自己，照顾父母，在这个城市立足，为什么没有资格追求爱情呢？现实生活中，谁愿意为爱舍近求远呢？日子刚刚好转，磨难接踵而至。他们的小孩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因情况严重，立刻做了手术。生下小孩，妻子流泪，黄生也流泪。他说，我们一直被命运推着走，结婚生孩子没有一步轻松容易。他一次次低声下气地催工程尾款，筹钱给孩子看病。最艰难时，他唱海阔天空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，背弃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只你供我。回到出租屋，厕所门破了个大窟窿，妻子一边找了一个快递袋让黄生拿去补门，一边问道，我们怎么这么可怜呢？问完他就笑了，一时竟有些心酸。他应该很爱黄生吧。妈妈问他为什么这么执拗，他说就是遇到了呀，就是遇到了。如果没有遇到呢？或许嫁给门当户对的小伙子，不必在贫穷窘迫里摸爬滚打。可是遇到了。人生短短100年，短到来不及遇见，来不及深爱，来不及坚持，来不及勇敢，就匆匆结束了。黄生夫妇是不幸的，孩子患有先天重疾，但他们也是幸运的。茫茫人海，能遇见甘愿执守此生的彼此，义无反顾地结婚，坚持生下患病的孩子，努力凑钱治病，这就是他们对宿命的对抗。在无情的命运面前，每个人都是弱者，却因有了彼此，变成无坚不摧的勇士。影片结尾，黄生凑齐了手术费，孩子手术成功，他和妻子也补办了婚礼。婚礼现场，他穿着新郎服，还表演了一段舞狮。隔着屏幕，我想对他说，世界很喧嚣，做自己就好。从生到死，不过100年，何必为琐碎的小事伤心烦恼，为旁人的眼光坐立难安？无需为名为利奔命挣扎，更不必放弃心底的热望。做一个让自己满意、安心、快乐的普通人，已经很难很难了。如果有幸遇见情之所钟的人事物，请不要轻易放弃，珍惜所得。100年很长吗？短得像呼吸，长得像拥抱。只有用力活过、爱过、坚持过的人，才知道答案。本集就与你分享到这里，喜欢专辑欢迎您订阅关注，多多投送月票支持，我们下集见吧。最近看了一则访谈，很有感触。2个女演员分享不想做一朵花，想做一片绿叶的想法。她们说，叶子更细腻，更强韧，不争不抢，可以轻轻柔柔，也可以很有重量，可以静静的、稳稳的存在。
或许每个女孩都有经历过这样的蜕变。从前想变成花，变成焦点，想被世界看见，去拼，去抢，争奇斗艳，一味迎合世俗标准。后来逐渐成熟，能从容平和地自我欣赏，不急于证明自己，只是默默地等待被看见。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自我修行之路。短片里，女演员落泪说道：从前一直觉得自己不好看，但是我对自己说，不要担心，总有一天你会变得漂亮。青春期的女孩大都迷惘，不断自我怀疑，自卑，觉得自己不够瘦，不够白，不够美，于是疯狂减肥美容，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伤害往往也加倍。而成长最重要的是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坦然地拥抱全部，拥抱真实，然后在真实的样貌里看见最闪耀的东西。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，自己和他人同在，承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有各自盛开的花期与美丽，就不会那样辛苦。在人生这场长跑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程，有的人20岁结婚，30岁又离婚，而有的人40岁依然单身，后来却找到了一生的幸福。正如《无问西东》的台词，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，抵抗恶意；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，爱你所爱，行你所行，听从你心，无问西东。不必讨好世界，不要活在被比较的框架之下，不为旁人的眼光和舌尖所累，只取悦自己。稳稳的，静静的，默默的，不争不显，不急不徐。你的努力，你的热爱，终有一天会被看见。让自己开心，才是一生浪漫的开始。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，观者无不嘴角上扬。一位中年大叔蹦蹦跳跳地下班，画面上的他是那么快乐，仿佛生活的风雨从不曾落在他的肩头。这位被网友称为快乐大叔的师傅，其实过得并不轻松。他是木工，高强度的体力活儿自不必说。他住在集装箱式的工地宿舍，宿舍里几百个工人聚集，又破又乱。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，穿梭在钢筋钢管中，工作服上都是破洞，几乎没有一件是完整的。为了多赚一点钱，只要有加班机会他就去，工作量不比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少。蹦蹦跳跳的这一天，只是稀松平常的一天，没有发奖金，没有中彩票，他只是觉得下班了，很轻松，很开心，蹦出了生活应有的喜悦。生活之美，不是不知生活艰辛，而是知其艰辛，依然轻装上阵，从容前行。快乐大叔说，人这一辈子哪有不辛苦，再苦再累，开心点就蛮好。在艰难的岁月里淘到快乐，就是我们平凡人的惊天动地，是我们看清世界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。很喜欢这样一则寓言，小和尚问师傅，师傅，您得道之前每天做什么？师傅说，砍柴、挑水、做饭。小和尚又问，得道之后呢？师傅答，砍柴、挑水、做饭。小和尚非常困惑，那得道前后有什么区别呢？师傅说，得道前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，
挑水的时候想着做饭，而得到后，砍柴是砍柴，挑水是挑水，做饭是做饭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，都是因为无法活在当下，装着太多心事，要么焦虑未来，要么后悔过去，而许多困扰皆因想得太多，做得太少。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一位博物馆创办人曾说，当代年轻人普遍焦虑，应该学会减压。减压就是减事，一次只做一件事，不无限制的堆积，只把这件事做到极致，关注眼前，好好经营此时此刻，让自己充实而快乐。快乐不是虚无缥缈的、抽象的，而是具体的，是脚踏实地。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持愉悦，不妨坚持去做一些悦己的小事。睡前花10分钟自我反省，回顾今天，总结今天，用自省把自己变得更加理智成熟。去旅行，走出狭窄的生活圈，去陌生之处欣赏未知的风景，谁知会有怎样的惊喜等在前方呢？远离伤害你的人，果断说不，切勿当断不断，长久痴缠。随时记录美好时光，拍照片，写日记，录视频，日复一日的记录，总有一天会治愈你。点燃快乐的回忆，去读书，去认识不同领域的新朋友，花时间回家陪伴父母。只要你对生活用了心，它一定会报答你。让自己快乐是一种高级的能力，我想你也值得拥有。整理旧物，在中学笔记本上发现了在遥远的少女时代手抄的一段英文。 Don't like the noise of other people's opinions.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. 不要被他人意见所左右，最重要的是敢于跟从你的内心和直觉。他们知道你真正想成为谁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过去半年，我的内心一直处在紧张激烈的挣扎中，内在自我疯狂冒头，寻求平衡和自洽。看到少年时笔记，恍然很感动。做自己，听起来很宽泛，具体落地大约是不随大流，只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。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心流，当你全情投入做一件热爱的事情时，就会进入心流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中，你全然忘我，废寝忘食，完成这件事后，你的心灵能获得高度的幸福感和充实感。如果我们总能进入心流状态，就会拥有更多幸福的体验。写作时，我常进入心流状态，高强度的密集写作始于高考之后。10年间，平均下来，每月至少有5个夜晚在通宵写作。平常日子里，我较少熬夜，晚上10点一到，手机和身体就自动休眠。但只要灵感迸发，提笔写文，就不知不觉到东方既白。熬完夜，我仍感到精神矍铄，痛快淋漓。我想这是心流的力量，通俗的讲是热爱的力量。热爱之外，有主业，有家庭，辛苦确实是辛苦。写作于我而言没有 KPI， 我也不以此为生，却心甘情愿常年点灯熬油，因为这是我做自己的选择。一旦放弃，就很难再找到热爱、专注和幸福了。对那些选择所爱的人而言，时间是祝福；反之，时间就是诅咒。活一生，是在热爱的事业中时光飞逝，还是在麻木与厌倦中度日如年？选择权在你自己。
如果你一直在跟随主流，没有听从内心做过选择，那么你可以从小事开始为自己做决定。朋友聚餐不再说随便，对每一餐饭负责，选择喜欢且健康的餐厅和食物。人一生能吃进肚子的食物是有限的，不能为了充饥什么都往肚子里填。谨慎选择每一口入口的食物，确保它们都是你喜欢的、有益的。不合适的衣裤立即处理，彼此消耗的恋人不要再拖着，浪费生命的工作趁早丢掉。你在不喜欢的人事物上多花1分钟，想过的生活就会晚一点到。小事随便，大事就失去了决断的能力。放弃每一次选择，人生就只剩下命定。如果你一直在为别人而活，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来得及。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，怕的是永不开始。我还有许多渴望，想要读博，想要留学，想要在30岁后回到家乡发展，陪在父母身边。我不清楚这些是否会被世俗所接受，但我知道我想要它。现在做的每件事都是在积蓄力量，为了圆梦。我想你也一样，别忘记那个心底浅浅的呼唤。如果你总选择忽视它，它可能就真的静默了。成为热烈的、丰盈的、充满生命力的个体，不要麻木不仁，不要苟且偷安，不要20多岁就死了，70多岁才埋葬。本集就与你分享到这里，喜欢专辑欢迎您订阅关注，多多投送月票支持，我们下期见吧。你38岁，在公司整10年，部门新人一脸青涩，有点胆怯，有点期许。你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，轻声叹了口气。顶头女上司大你2岁，很拼，很专业，也很凶。刚入公司时，你敬服她，也怕她，常因做错事被批评，默默掉眼泪。有时你觉得自己没有错，却依然被训，心里的委屈泛滥成灾。那时的你很拼，可是每到月底算绩效时，总会被少算一些，而同部门的另一个女生却总能获得意外的垂青。起初你去找领导评理，后来也不大在意了。渐渐的，你不像原来那么努力，工资不高不低，工作消磨掉很多激情。你觉得适当努力就好，最重要的是保全自己。突然有一天，你发现一个根本不熟的同事拉黑了你，你想起曾经帮他凑过报销的发票，心里很是悲凉。你的老公从事技术工作，工作环境简单，除了消耗脑细胞，没那么多烦心事儿。你跟他吐槽公司人际关系复杂，工作疲累且不开心，收入低。他说，那就换工作呀。你失眠了。你有点后悔，毕业时为什么没选择一个风口行业？现在转行又比不上新鲜出炉的00后，已经太晚了。你安慰自己，其实现在也还好，毕竟工作驾轻就熟，老板也对你印象不错。跳槽代价那么大，一切从零开始，不知道。想到这里，你关了电脑，准备回家。家里还有堆积如山的衣服等着你洗，孩子的作业还没检查。你28岁，周围催婚、催生、催2胎的亲朋好友日常在线，每逢过年过节简直是一场灾难。你犹豫也挣扎，是否结婚，生不生娃，每次都选择再等等。你其实也着急，可是没车没房，拿什么结婚，拿什么养娃？一个闺蜜嫁了北京当地人，房不用愁，买辆价值不菲的车，约你和你的男朋友周末自驾游。
你有点说不出口的勉强。另一个闺蜜和小鲜肉结了婚，两人都不是胸怀大志的人，说好了一辈子不买房不买车，全部收入用来吃喝玩乐，倒也开心。可你的人生却左右为难。和男友相处到第5个年头，他不再送花，你们很少去电影院，纪念日也不再去西餐厅。你中意的口红和裙子，他总是皱着眉说，家里不是还有很多吗？我们要买房，过日子不能大手大脚。你自问，或许没那么喜欢身边的他，但你又安慰自己，年纪不小了，又一起生活了那么久，跟谁在一起还不是一样？而且现在分手，摇身一变变成大龄剩女，一切真的都晚了。你深深恐惧被同龄人抛弃，你给闺蜜发了一条短信，我已经不是18岁的小姑娘了，我没有资本从头开始。3个月后，你结婚了。22岁，你刚毕业，懵懵懂懂地从大学迈入社会，学了一个被称为万金油的专业，似乎什么都能做，又似乎什么都不大合适。听说互联网行业很热门，可你不懂什么是运营，什么是产品，什么是策划，只能根据百度百科和知乎、微博上的解释，连蒙带猜地投了无数简历，面试了不少岗位，终于进了一家尚可的公司，薪水微薄。你安慰自己，第一份工作能经济独立，不依赖父母已经很好了。秋招已经错过，春招也进入尾声，再等就太晚了。也许明天就会前途无量。表姐给你介绍男朋友，一个程序员，你第一眼看到他就没什么感觉，但身边的闺蜜都有了伴儿，你想试一下或许也行。年龄不等人，错过了女生的黄金年华就已经晚了。微博上有一个段子，问90岁的奶奶最后悔的事是什么。奶奶说60岁的时候想学小提琴，觉得有点晚了就没学，如果那时候开始学，现在已经演奏30年了。看过一句话，人生最大的壁垒就在我们的头脑中，因为我们强加限制，才让自己裹足不前。其实你人生所有的不开心，都败在了给自己设限，败在那句太晚了。你总觉得为时已晚，可你不知道，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，将就的人生根本不值得一过。央视名嘴金一丹33岁才进入中央电视台担任节目主持人，此时他已不算年轻，但他从不觉得为时已晚，而是永远抱有学习和进取的热情。主持焦点访谈、东方时空等家喻户晓的栏目，蝉联3届金话筒奖。人真正的衰老，就是从认命开始。我最喜欢的人生态度是，前半生不要怕，后半生不后悔。如果你刚刚毕业，不要害怕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，哪怕春招已经结束，只要你打定主意不将就，就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你做不喜欢的事。如果你不爱他，不要害怕放弃，因为一段低质量的感情只会让你更加精疲力竭。年轻人更应该学会的是及时止损，此生不怕从头来。如果你工作不开心，没成长，不要害怕做出改变，只有你开始渴望星辰大海，你的未来才可能更加辽阔。种一棵树，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现在。
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恰逢疫情第3年，就业市场坠入寒冬。我28岁，裸辞。在人类巨大的灾难面前，我开始审视我的渴望与热忱，而不仅是银行卡里的余额数字和房产证的建筑面积。我学会给周边喧嚣的世界降噪，静静聆听内心深处的声音，不再焦虑、内耗、攀比。我坦然面对得失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允许一切风霜雨露在生命里降临。我看到生命是那样脆弱，生离死别往往只在一瞬间。何其短暂的一生，不该被那些细细碎碎的将就盛满。面对那些让你疼痛、无助、愤懑、羞赧的人和事，及时止损，去过一种经过选择和审视的人生，松弛、悦纳，不紧绷。更重要的是，一种无论何时死去都不后悔的人生。永志不忘，小姑娘。李梦静，2022年初冬，于天津。到这里呢，这本《允许一切发生》就全部与你分享完了。我在跟朋友聊起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在说，这本书里的故事、观点、成长的轨迹，恰好与我本身很多关键的节点不谋而合，甚至很多经历都非常的相似。我也是在慢慢的成长当中，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。当李梦记通过文字来告诉我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世界是这样的，原来我当时的选择是出于这个原因。原来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。拿到书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读，毫不夸张的说就是热泪盈眶，包括在为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，也是数次落泪。没有人的成长是不痛的，我们只是一边忍着伤痛，一边在这个世界当中踽踽独行，去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和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。这很累，一路走来，我们都可能有过迷茫，有过伤痛，有过觉得暗无天日的时刻，但是好在我们走过来了。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一丝勇气和力量，让我们在今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每一个选择的路口，都能勇敢地做出自己最想要的选择，并有为之承担后果的勇气和能力。这就是我想说的。非常感谢你听完这本书。今天是2024年1月5日，今天不妨在我们的后记当中，在我们本书的最后，我们许下一个愿望吧。你自己悄悄地许下一个愿望。2025年1月5日的时候，你可以回来再听一听，或者来我的评论区告诉我，你今天的愿望实现了吗？希望新的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好的开始，会有自己满意的收获。这大概是我所有书当中说的最长的一个自己的心里话后记了，因为这本书真的很触动我，希望它也触动了你。下本书见吧。